3岁的我只是亲了奶奶的遗照，就被爷爷拉去坟地里选媳妇，其中不仅有死了100年的民国少妇，还有历朝王侯将相家中风韵犹存的妾室，甚至就连大名鼎鼎的慈禧太后都抢着喊我夫君。但年幼的我并没有多看他们一眼，而是跑到了一口无名红棺前，喊了声老婆。只因3年前我出生时天降异象，整个村子都被地仙围得水泄不通。村里的半仙赵疯子说这叫阴苍送子，地仙接亲。我乃是万里挑一的状元命格，但同样也注定了我这一生劫难重重，是个路妖魔野仙争夺的附体对象。而第一劫就在我3岁那年，普通的肉体凡胎根本就护不住我，只能找不是人的东西护我周全。家里人听闻此话大为吃惊，便同意让赵疯子先将我的灵智封住，等3岁生日那天再亲自带着我去坟地提亲。就这样我傻了整整3年，终于到了我3岁生辰这天，赵疯子早早的就来到我家，拉着我的手往青丘坟走去。见状，我爹和爷爷连忙拿着聘礼跟上。听村民们说，这青丘坟上卖的都是神明之类的东西，所以也没人敢把自家人埋在山顶，都是在山底选块好的埋葬，胆子大点的就埋在半山腰上。赵疯子带着众人一路往山顶走去。此刻我爸紧张的摆了摆手，赵叔，你这不会是要去山顶吧？那可是神明的地方，没人敢上去啊！闻言，赵疯子厉声怒骂：我们是去联姻，又不是捣乱，怕个球！一行人很快就来到了山顶，发现这里和山下的坟地完全不同，周围都是用石头堆积的坟包，没有一个是立墓碑的。此时赵疯子看向我爸和爷爷，从左往右，从上到下，挨个磕头下跪，一个都不要落下。随后我爷爷去到一个石头坟前放下香炉，又拿出3炷香点燃，而我爸则将我抱到石头坟旁，对着我膝盖就是一脚，我直接就跪在了地上。下一秒，只见那3根香瞬间被拦腰砍断。赵疯子见到这一幕，连忙跑过来结了一个手印，接着俯身向前一拜：姑娘，打扰了。说完他就提溜着我往第2个石头坟走去。我爸连忙端着贡品追了过来：赵叔，这咋回事？赵疯子把我放到坟前，刚刚那份是一个将军府家的千金，他不愿意让你家小子入赘，接着拜吧。随即我爸又对着我的膝盖来了一脚，我扑通一声又跪地上了。而后所有人的眼睛都死死盯着那3炷香，只见那香烟的纹路变得紊乱不堪起来。赵疯子见状叹了口气：走吧，下一个。众人来到第3个石头坟前，还是老一套的程序，香再次断裂，直到天色渐渐黑了下来，我才把这里的石头坟统统跪了一遍。我爹垂着酸疼的手臂走到赵疯子跟前：赵叔，这些姑娘嫌弃我家娃是个傻子，都不愿意，那咋办啊？这些姑娘不同意确实有这个原因，更重要的是他被千年老妖盯上了，不敢招惹。说着赵疯子又掐手算了一下：真是奇怪了，按理说这小子命有宏源，必然会有一位德谋天地的大人物帮他，怎么会没人愿意呢？说着他看向了我爷爷：老韩，把你家孙子叫来，再给他算一卦。话落，3人转头看向身后那些石头坟，发现早就没了我的身影。我爷爷急得直拍大腿：我孙子呢？3人慌忙站起身往周围找去，最后他们找到了悬崖边上的那个大黑洞。此刻我正在洞前傻乐，突然一阵阴风吹过，我爸打了个冷战：爸呀，这是鬼上身了吗？咋办呀？赵叔，快念咒吧！赵疯子见我爸这样一脸嫌弃：念个蛋，胆子这么小，过去看看。我咋感觉那边像个坟墓呢？说着赵疯子就一马当先的走了过去。就在这时，原本还在傻笑的我猛然回头，眼神中闪着凶光，直直的盯着赵疯子。见状，赵疯子脸色一变，他右手在背后悄悄拿出一张符箓：敢问阁下何人？为何上这孩童之身？有什么事儿都可以商量。此时我的口中传出了一道清冷的女声：这孩子我要了，给我上贡品。赵疯子听到这话，神情严肃的看着我：你到底是谁？我不会随便将这孩子给不明之人。说话间，赵疯子全身紧绷，右手更是死死攥紧符箓。只听那清冷的女声再次响起：整座山除了我，无人可保这孩子，马上过来给我上贡品。他顿了顿，又补充一句：你身后的镇煞符狗屁都不是，我这是在通知你，不是商量。话音刚落，我一下子又跪在了地上，眼神也恢复了清澈的愚蠢。见到这一幕，赵疯子无奈的叹了口气，他收起手中的符箓，掐手算了算时辰：只能这样了，那些家伙马上就会来，走吧，去提亲。说完，赵疯子走到一旁已经破损的墓碑上，只是看了上面的半个字。赵疯子顿时脸色大变，他不可置信的看着那个黑洞，随后双指一搓，手中燃起一小道火焰，直接点燃了那墓碑的残片。我爷爷见状有些疑惑：这姑娘到底是谁啊？赵疯子直接厉声打断：什么都不要问，只有这位姑娘才能救你韩家，让那小子马上磕头。闻言，爷爷立即带着我爸再次摆上贡品，随后点燃了3炷香，这次香烟纹路却是垂直向上。我爸见状激动的跳了起来：赵叔，这回真的成了！赵疯子抬手拍向我爹的脑门：在这位姑娘面前你尊敬点，别胡蹦乱跳的。说完，他走到了我的身前：孩子，你今天要一直待在棺材里，万万不可出来，要是出来那就没命了，知道吗？说罢，赵疯子抱起我往那个黑洞走去，里面躺着一口鲜红无比的棺材，空气中隐隐有着一股淡淡的花香。闻到这个味道，赵疯子面色又是一变，他连忙把我放进棺材里，又急匆匆地带着我爸我爷爷下了山，而我呆呆地定在原地。没过多久，洞外就响起了一阵波浪鼓的声音。这动静一出，我突然跟着了魔似的走到洞口，只见外边坟地上突然出现了很多小孩子，一个看起来体格很大的小孩，手里正在把玩着波浪鼓。身为孩童的我马上就被吸引了，刚准备过去，耳边就传来了那熟悉的清冷女声：傻子，你给我回来，他们不是人。而不远处的那个大男孩此时对着我和善地笑了起来：
小孩，你想玩这个吗？我嘿嘿一笑，往前走了2步。那大男孩见状，脸上的笑容更甚。来啊，快来和我们一起玩！我下意识的又往前走。就在我快要离开墓地范围的时候，那满脸笑容的大男孩突然变成了一个黄鼠狼妖怪，其他的小孩子也同样现出了原形。嘿嘿，尹天子，我终于等到今天了。说罢，那个大黄鼠狼4脚着地朝我冲了过来。见此一幕的我，这才彻底意识到了危险，赶忙往后退了几步，奈何腿脚不利索，直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而那只大白黄鼠狼已经来到我面前，尖利的牙齿对着我的头部袭来。就在这时，那道清冷的声音突然响起：“什么档次也敢抢我的人？谁给你们那么大的脸？我死！”话音一落，周围顿时刮起一阵阴风，大黄鼠狼瞬间被卷飞了出去。落地后，它发出一阵委屈的吃疼声，尾巴一夹便落荒而逃。其他的小黄鼠狼也跟着跑了。随后，那女生对着我怒斥一声：“傻子，赶紧给我滚回来！”闻言，我先是一愣，然后1步3晃的爬回了棺材旁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感觉有点困了，就靠在旁边的棺材角睡着了。隐隐约约间，好像听到了一些打斗的声音。等我再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就发现棺材里发出一道刺眼的亮光。我眼中那清澈的愚蠢瞬间消失不见，耳边同时响起了女人的声音：“傻子，马上就要天亮了，我已经给你解开了灵智，你记住我的话，今夜来了很多东西，他们已经全部被我处理了，只是我损耗太严重，未来的几年都不能再有动作了。我身下有一本书，你拿回去看，不要给任何人观摩。”我紧张的凑过去：“你没事吧？”那女尸语气严厉：“别说话，我时间不多了，你只要学会了书中的东西，就可以安然度过18岁。有什么不懂的，让昨晚那个散修道人帮你，18岁当天来复活我。”我疑惑的挠了挠头：“什么复活？怎么复活？”但回答我的却是一片死寂。就在这时，外边响起爷爷的声音，我立即拿起古籍跑出了洞口。我爷爷见我恢复了神智，立马飞奔过来将我抱住。后面的赵疯子也欣慰的笑了。现在的确可以叫他千年奇才了。回家之后，我翻开了那本古籍，书中的内容讲的都是算命那一套。随着我对书中内容的理解愈发深刻，我也渐渐明白，女尸给我解开灵智，就是为了让我学她给我的这本古籍上册。之后的15年，我一边学习一边思考那个女尸到底是谁。虽然我觉得她说的复活是无稽之谈，但既然她救了我，那不管有多么艰难，我都会帮她复活。时间终于来到18岁生日当天，我早早的来到了那个红棺旁，再次见到她，我难免有些紧张，毕竟小的时候不懂什么是结婚，现在可懂了。我犹豫了2分半钟，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。那个姑娘，15年到了，我来履行约定了。随后耳边便传来了女尸的声音：15年前，我虽替你挡了灾厄，但你还是中了黄鼠狼的邪术。我棺中有粒药丸，你拿出来吃了它。我点点头，立即将手伸进了红棺里。然而第一个触碰到的是个盈盈可握的小脚，我下意识地揉捏了一下，冰冷的声音顿时响起：“你摸哪呢？”这声音直接把我吓得一哆嗦，我只好尴尬一笑：“抱歉，我再找找。”说完就手往上探去，果然找到了一粒药丸。于是我有些留恋地拿出了手，随后将药丸放在鼻子上闻了闻，是一股淡淡的香草味道，还伴随着一股女尸那独特的香味。女尸见状当即就怒了：“闻什么呢？你变态是不是？”我一脸迷茫：“我闻闻这药怎么了？”此话一出，我的脸上突然传来一声脆响，随后我感到一阵剧痛，我捂着脸很是委屈：“我现在就吃行了吧，发那么大脾气干嘛？”说罢，我无奈的一口吞下。吃进去以后，我突然感觉身体变得通透了许多。此时女尸的声音响起：“现在该你履行约定了，想要复活我，需要满足3个条件，而且必须在今天晚上办完，过了今天就需要再等15年。”闻言，我不由觉得有些心虚。今天办不到还要再等15年，那我岂不是快40了？没想到复活这个女尸的条件这么苛刻。于是我打起了退堂鼓：“要不你换个人吧，我什么都不会，万一耽误了你的事，岂不是成了罪人？”听到我说的话，女尸语气淡漠的回应：“等了你1个轮回，也不差这15年，你尽力就好。”虽然语气平淡，但我还是听出了一抹忧伤。突然我抓住了一个关键词，我问向女尸：“什么叫等了我1个轮回？”女尸没有回答我，而是直接说出了第一个条件：“我需要棺材君把棺材君咀嚼后喂给我，等你办成这件事后，我再将下件事告诉你。”我一听需要拿棺材君，人都懵了。这个东西只会生长在古代有钱人家的尸体上，而且那可是极寒之物，不能暴晒于阳光之下，必须将其含在嘴中才行。显然光我一个人办不成这件事，看来得下山一趟了。想到这里，我马不停蹄地赶往村子，去找我的好兄弟二胖。然而等我进了村子的时候，却发现了不对劲。村子里静得可怕，连往常小孩子嬉闹的声音都不见了。我心中一沉，连忙回家探查情况，可家里哪还有爷爷爸爸的身影？我对着屋里喊了几声，没人回答。眼看已经下午了，我只好先去看看二胖还在不在。我刚走到二胖家门口，就听到大门里传来了他的怪叫声：“何方妖孽，敢在我龙王3太子面前造次！”紧接着又是二胖惊恐的叫喊：“我的个乖乖，你咋个咬人呢？救命啊！这玩意咬本3太子！”我暗道不妙，一脚踹开大门冲了进去。只见一个人不人狗不狗的东西正追着二胖满院子跑。这人尸变了！我立即从口袋中掏出一张镇尸符，抬手扔出，下一秒那符箓突然闪烁出阵阵金光，飞向了僵尸的面门。与此同时，就在二胖准备迎接自己死期的时候，却发现自己完好无损。二胖扭头看了看，发现那僵尸竟一动不动。见状，他顿时松了一口气。他转头看向我，
天罡，这是啥？这是行尸，村子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先别管这个了，我现在需要你帮忙，跟我上山。说完，我拉着他的手快速往后山走去。路上我们遇到了不少僵尸，但不知为何，不论我走到哪，只要是拦住我去路的僵尸，就都会被一个大白耗子杀死。不过此刻我没有时间思索，连忙掐指念咒，寻找棺材君的线索。很快我就发现王二婆的祖坟里居然有我想要的东西，我眼前一亮，连忙带着二胖走过去。我拿出寻宝尺，一个个坟视，终于在王二婆她七舅老爷的坟前有了反应。我先是把祖坟四周都点上蜡烛，再拿出一把铁锹递给了二胖。我们轮流来，一个人挖，一个人望风，有什么异动马上大喊，明白了吗？闻言，二胖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你说啥？挖坟？天罡，你没事吧？我不能和他说出实情，只能找个理由搪塞过去。想到这，我嘴角微微勾起。不是，那咋了？你不会是害怕了吧？二胖一听这话，顿时怒了。这是什么话？天罡，你不会真以为我胆子小吧？我马上点头。那不然呢？好，好，好，我让你看看啥叫一根筋胆子大。你去望风，我先挖。说着，二胖抓稳铁锹，狠狠插入土里。我拍了拍二胖的肩膀，走到坟头靠外的位置，看着周围渐渐黑下来的青丘山，突然感觉有什么东西在盯着我，这让我心中大骇，连忙将手中的破煞符紧紧握在手中。就在这时，我身后的二胖惊呼一声：“我操，这什么东西？”我猛然回头看去，发现身后除了二胖什么都没有。于是我将破煞符放回口袋里。你有病啊！吓得我差点把符打出去。破煞符我就一个。二胖没有理会我，而是蹲下身子捡起来一个东西。天罡，你看这玩意是金子不？听到这话，我顿时一阵好奇。我来到二胖身边，发现他手上正拿着一个金色的链条。二胖激动地看着我。天罡，我们发了！谁能想到这坟墓里有金子？这下面肯定还有，咱们一会儿分了。我再次点头，回到了刚刚的位置望风，但是余光却瞥到东南角的蜡烛突然晃动了起来。见状，我连忙看向二胖。你先别挖了，这蜡烛咋开始晃了？然而二胖根本没听到我说的话，继续重复着挖坟的动作。突然一阵阴风吹过，周围原本昏黄的烛光竟成了幽绿色，眼前的景象让我大惊失色。这是鬼火！二胖，快停下，这里不对劲！可二胖还是没回复我，我心中一沉，连忙走上前拽了下他的衣服。下一秒，二胖猛然转头看向我。二胖，只见他原本看着憨厚的脸竟变得十分僵硬，眼中冒着绿光，神情凶煞。大胆小儿，敢挖老子的墓，杀无赦！话音刚落，二胖抓起铁锹就对着我的头劈来。见状，我迅速往后翻滚，堪堪躲过这一击。随后我伸手摸向口袋，却发现里面的破煞符不见了。我立即向周围看去，很快便看到了二胖脚下那张发黄的破纸。而此时二胖已经再次抓着铁锹向我袭来。见此一幕，我头也不回地往外狂奔。然而那二胖竟是个灵活的胖子，很快他就追上了我。就在他举起铁锹准备给我致命一击时，突然一个大白耗子拦在了我的身后。只听砰的一声，铁锹狠狠砸在了大白耗子身上，他发出一阵惨烈的叫声。与此同时，我下意识地闪身绕过二胖，朝着破煞符的方向跑去。到了近旁的时候，我直接扑了过去，一把抓起破煞符，急急如律令。话音一落，手中破煞符金光大闪，直射二胖面门。二胖瞬间被打飞出了2米之外，整个坟地顿时恢复了寂静，只剩下我自己的喘息声。我缓缓走到二胖身边，对着他的脸拍了几下。二胖，快醒醒！可他一直没有反应。怎么回事？还没给他打走吗？这时我身后传来一道尖细的男声：“他元气大伤，想要马上清血，需要这种草药。”这声音直接给我吓得一哆嗦，转头就看见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站在我身后，手中正拿着一棵植物。我先是一愣，随后狐疑地看了他几眼。难不成你是那个大白耗子？听到这话，老人顿时笑了起来。正是，快给那胖小子服下吧，不然你这份儿可挖不出来了。我呆呆地接过他手中的植物，随后白发老人化为大白耗子，跑进了森林中。我深深地看了一眼那个方向，接着将手上的植物喂进了二胖嘴里。过了2分半钟，二胖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。我看他没什么大碍了，便抓起他手上的铁锹回到坟坑前，挥舞起铁锹往下挖去。许久之后，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。此时二胖走到我的面前：“我来吧，就你这小身板，得干到明年去。”说着就把铁锹夺过去埋头苦干，很快就挖出了一个棺材。我和二胖合力将棺材板掀开，下一秒，里面就传来一阵腐烂的恶臭。我捏着鼻子往里看，里面躺着一具骷髅，其中一块骨头正闪着微光。我定睛一看，那正是棺材君。现在东西找到了，可该怎么把棺材君运给女尸呢？毕竟那个东西含在嘴里是会把嘴冻坏的。突然我一拍脑袋，我他妈傻波一啊，直接把女尸背下来不就好了？想到这里，我赶忙嘱咐二胖：“你在这里看着，不要让任何东西靠近棺材，听明白了吗？”二胖怒骂：“你这一晚上到底折腾啥呢？那破棺材又没珠宝，谁靠近啊？”我一边往外走，一边给二胖喂定心丸。事情办成了，我请你吃3顿鸡腿，管饱。二胖一听这话，马上笑了起来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！安顿好二胖之后，我快马加鞭地来到山顶。就在这时，我看到那个白胡子老头站在洞口，似乎在和女士聊着什么。首先传入耳中的声音是老头的：“这3个条件每个都不是那么容易的，您确定就让他这么一个半吊子去办？”我自有打算，你要做的就是在旁边帮扶，不要多管闲事。那小子应该得手了，你接着隐蔽，万不得已不要出手。那老头应了一声，便幻化成大白耗子钻入了草丛。待他走后，我缓缓地来到了棺材旁。棺材君我找到了，但我拿不上来，所以我得背着你亲自去一下。女士对此没有异议，我便用铁锹撬开了棺材，将女士背了起来，接着快速回到了二婆子的祖坟处。我四处望了一眼，
发现二胖居然躺地上睡着了。我没有理会他，而是来到棺材旁。我将女尸放下以后，张嘴把棺材里的棺材菌叼出来含进嘴里。我操，太他妈凉了！我强忍着寒意，连忙扭头凑向女尸的脸。就在两唇马上就要相对的时候，突然一道厉声响起：“住口！”情人，你这可是在助纣为虐，切不可被迷了心窍帮这个魔女啊！我抬头看去，只见不远处正站着一个穿着破烂的道士。我有些疑惑，嘴里发出了支支吾吾的声音。那道士见我这样更急了：“这女人万万不可苏醒，一旦苏醒，这方土地便会生灵涂炭，你就成了这世界的罪人了。你明白我的意思？”此时我脸色惨白，最终还是坚持不住，低头对着女尸吻了上去。随后用舌头一推，那棺材菌便直接流入了她的口中。下一秒，女尸的眼睛猛然睁开，眼前景象直接把我吓得浑身一激灵。我晃了晃她的身子，确保不会再动之后，才长舒一口气。接着我看向不远处的道士，只见这个道士用手指着我：“这个年轻人怎么不听劝呢？这下完了，三魂归一魂，这女人实力可就恢复了。你小小年纪，万不可沉迷女色啊！”见他这样，我摊了摊手：“不是，大叔，我刚刚一直在问你，要是不给他嘴里的东西该怎么处理？这东西这么珍贵，不能吐地上吧？”听到这话，那道士猛地一拍脑袋：“我给忘了这东西是极寒之物了。不过还好，只是归了一魂，接下来必须得听我的。”他还没说完，女尸凌厉的声音便再次响起：“就你也配蛊惑我的人？”话音刚落，一阵强劲有力的阴风突然刮起，直接将那道士卷飞数丈远。道士连忙起身，手中铜铃顿时摇了起来，随后一道紫光闪过，我身边马上传来一阵浓郁的香味，紧接着女尸痛苦的声音传入我脑中：“背着我离开这里，我现在不足以对付他。”听到女尸的话，我犹豫了，于是我看向那个道士：“你为什么说她是妖女？你得说服我，不然我不能让你伤害她。”道士见状急得直拍大腿：“好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女人曾经……”他话刚说一半，眉头突然皱紧，接着转身就跑了。对此我一脸纳闷，话还没说完呢，不是除魔味道吗？我正想着，下边就传来了一阵议论声。首先传入耳朵的是一道女声：“师兄，二师傅让我们来这里先盯着那个妖女，要多久才到啊？”接着一道男声出现：“应该很快，我们先来看着，以防出什么事端。”就在这时，女尸的声音突然在我的耳边响起：“快陪我去你们村子的祠堂。”闻言，我一把抱起女尸，跑到二胖身边，伸手给了他2巴掌。二胖别睡了，快跟我去祠堂。二胖迷迷糊糊醒过来，我不等他听没听见，赶忙去往祠堂。刚跑到一半，我就看见山下有很多穿着白色衣服的人，正成群结队的往山上走来。见状，我马上停下脚步，躲在一个石头后。女尸的声音再次响起：“快给我用个丙烯咒。”闻言，我低下头看着女尸，心中不由想到，估计女尸是怕自己身上的香味太浓，被这帮白衣服的人发现吧。于是我快速在心中念咒，随后双指结印对着女尸打了进去。下一秒，女尸的香味瞬间就淡了很多。此时那些白衣人也走近了，我也看清了他们的样貌，为首的是一个白头发老人，旁边跟着2个中年男子，再往后看就都是年轻人了。见他们越走越近，我再次往下低了低身子。这些人绝对都是冲着女尸来的。我们这村子10年不来一个外乡人，正好今天女尸要苏醒，好巧不巧的村子就来了这么多的人，这其中的关联不用想都能猜到。待他们走后，我再次往祠堂走去。很快我们到了地方，这时女尸的声音响起：“现在去完成第2个条件，去从角落的那个井水打点水上来。”我把女尸放在地上，拿起瓢去了井旁打水。等我回来，她的声音再次传来：“去把你们这辈分最高的牌位拿过来。”闻言我愣住了。辈分最高的，那不得排到太爷爷的太爷爷辈分？这祠堂的牌位一层比一层高，最高处已经接近4米了，得找个梯子。想到这，我走出了祠堂，突然外边响起了一道震天响的雷声，紧接着就是一阵阵闪电。看着天上的异象，我很是疑惑，今天一直都是晴天啊，咋突然就这样了？我摇了摇头，转身来到祠堂的后墙角，这里正有一个红色的梯子，我快步走了过去。抬起梯子正准备离开，耳边却传来一阵怪响。我顺着声音的方向看去，只见祠堂后边的空地正蹲着个什么东西。我拿着梯子走了过去。谁在那边？这马上下雨了，还不回家？就在我说话的时候，那背影缓缓扭过了脑袋，看着那张惨白的脸后，我心中大惊。村长，你这是咋了？村长没有回复我，而是整个人四肢着地爬行起来。见状，我扭头就跑。刚来到祠堂门口的空地，我就看到二胖面向我走来，身后的村长也在这时瞬间越过我，目标直指二胖。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掏出镇尸符打了过去。黄纸打到村长身上后，瞬间停在了原地。二胖见状，连忙跑到我身边。天罡，这是咋回事？村长咋变这样了？我眉头紧皱，不太对劲，这不是普通的尸变，他们似乎感染了尸毒。如果是这样，那难道整个村子都遭殃了吗？此刻二胖已经吓慌了神。妈妈呀，村里人都尸变了，这可咋办啊？天罡，你快想想办法。我没有理会他，眼下的事情还是复活女尸重要，以他的通天能力定然知道什么。于是我拿着梯子往祠堂里走去。二胖，你跟我进来，先帮我个忙。两人来到祠堂后，我让二胖帮我扶着梯子，我爬上去将最高处的牌位拿了下来。就在这时，外面又传来一阵巨大的雷声，紧跟着就是哗啦啦的雨声。我被这雷声吓了一跳，稳了稳心神后，我纵身一跃，跳到了女尸旁边。然后怎么办？稍微快点，我感觉村里很多人都中了尸毒，我怕我家人也受害。你到底知不知道村子里发生了什么？女尸的声音响起，把这个牌位砍碎，放在泉水中浸泡3分钟，给我服下。闻言我眉头紧蹙，还要砍祖宗牌位，这是大不敬啊！你到底要干嘛？话音一落，
我手中的牌位就被不知什么力量打飞，落地的时候那牌位便一分为三，我这才无奈叹气，多有得罪。接着我找来一个斧头对着牌位砍了起来。此时二胖也终于看明白了，我做的这一切都是女尸指使的。他默默地看着女尸，天罡，这女人真好看，她就是你3岁拜的媳妇啊。我点点头，将砍碎的木屑倒进了木瓢里。3分钟后，我拿着水瓢扶起女尸的身子，喝下一口水后，又对着女尸的嘴吻了上去。就在这时，外边响起一阵脚步声，我马上抬头向外边看去，女尸立即出言阻止：“你别管，继续喂。”随即我又亲了上去。一来一回好多次后，门口响起了一道苍老的声音：“云姑娘，我知道你在这里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你这么做完全有违天道，不如我们来谈谈如何？”我听着这个声音很是熟悉，好像是下山遇到的那个白衣老人，但我却没有停下，继续不停地往里面输送泉水。见我们没有动静，很快祠堂的门被人一脚踢开。当外面的人看到祠堂里的情况时，所有人都紧紧地皱起了眉。你怎么还亲？知不知道你这是在助纣为虐？你咋能亲一个女尸？实在是有违纲常。其中一个人立马就要上前阻止我，但被二胖一脚踢了回去。你要干啥？和我兄弟抢媳妇是不是？门外的一个中年人急得直跺脚。你们这是在胡闹？你们知道不知道他是什么身份？说完他又转身看向后面的老人。齐长老，这可怎么办啊？闻言齐长老也踏进门看向我。果然如此，这是在完成第2步，以长白山冰霜之泉当药引，用本地最年长的牌位来抵消本地之气，现在就只差纯阳之血了。一听这话，周围响起一阵阵的喧哗声，这可麻烦了。要是让这个妖女醒来，咱们这些人根本奈何不了她了。你们慌什么？这纯阳之血能是那么好找的吗？咱们可都在这呢。听着外面人的讨论，我若有所思。看来他们都知道复活女尸的法子。至于这纯阳血啥意思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自己的8字全阳，难不成这女尸还要吸我的血？此时女尸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。够了，你出去打发了他们。听到这话我愣住。我去打发？我拿啥打发那么多人？这时女尸的嘴动了。你不是想知道村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吗？他们知道。见状我顿时一惊。现在这女尸已经能睁眼和张嘴说话了，这7窍已经开了3窍了，但现在不是管女尸变化的时候。既然女尸也让我出去，那说明第3个条件还不到时候，不如出去问问村子里的情况，只希望爷爷和我爸他们不要有任何的问题。想到这，我走出了祠堂，只见外面浩浩荡荡的挤满了一片人，他们分为2拨，分别是身穿白袍的武当道士和身穿黄袍的茅山道士。看着眼前的景象，我清了清嗓子：“你们要是为了里面的女尸而来的话，还是请回吧。她对我有恩，我自然要护她周全。”闻言，齐长老对着我做了一个道家的手势。小友，在下齐之贤乃是武当长老，这次也是奉命行事，来此斩妖除患。我还未回答，就听见二胖他爸王叔的声音在呼唤我。天罡，快跑！我挤过人群，只见祠堂之外竟堆着一座尸山，而那些人每一个都是村子里的百姓。我顺着声音看去，发现王叔正不断的催促我：“君子，快带着二胖跑啊！”此刻的我失了魂似的趴在王叔面前。王叔，你怎么了？我爸呢？我爷爷呢？齐长老见我如此激动，立刻上前将我扶了起来。小友，你冷静点，这些村民全部感染了蛊毒，后又被尸毒攻心，已经有些不识不仁了。你这么冲过去会感染的。听到这话，我顿时一愣，随后怒目圆睁地瞪着那群道士。是谁？到底是谁做的这一切？为什么要对我们村子这样？听到这话，齐长老也是无奈叹气。具体原因我们还在查，但是眼下不是管这些村民死活的时候，在大义面前，必须选择更重要的事，轻重缓急还是要分清楚的。闻言，我死死地盯着齐长老，额头青筋暴起。我没你们什么大义，在我眼里，这个村子里的人就是我的全部。你们放着那么多人的生命不管，就是为了个女人，我看你们就是满嘴仁义道德，实则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伪君子。都给我滚出村子！听着我说的话，茅山的莲花道长赶忙提醒齐长老：“老齐不能再浪费时间了。我以前见过这小子，他是纯阳命格，说明那妖女已经集齐了3魂，怕是马上就要苏醒了。”此话一出，齐长老脸色一变。小友，我再问你最后一遍。没等他说完，我直接打断了他的话。现在我的亲人只剩他们了，要进去就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话音刚落，天上的雷鸣更甚，雨点也骤然变大，在道士们的眼中，我的身影逐渐变得朦胧起来。与此同时，齐长老眼神一凝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休怪贫道无礼了。下一秒，齐长老骤然出手，随后我只感觉一股剧痛从我的胸口蔓延开来，紧接着我就被齐长老双手举起，扔向了祠堂门口。我重重地摔在了地上，嘴里吐出一口鲜红的血液。我忍着剧痛，抬起头看去，只见齐长老拔出长剑。我武当敬重你，是9品算命师，可以给你留个体面，还请速速现身。接着2拨人齐声大喊：“诛妖女，得太平！”随着声音越来越大，里面终于是有了动静。只见二胖抱着女尸缓缓走了出来，他立马注意到了躺在地上的我，快速跑到我身边，缓缓放下女尸。天罡，你这咋吐血了？是不是他们打你？然而我因为剧痛根本说不出来话。二胖见我这样，眼睛瞬间红了。没事的，天罡，哥去给你报仇。说着，他抡起拳头冲入人群，然而下一秒他就被踹飞了数十米远，倒在地上没了动静。随后众道士快速朝着女尸冲来。就在这时，女尸猛然支起身子，她先是对着我的嘴猛地吸了几口，在我的鲜血进入她的嘴里后，女尸是瞬间消失在我的面前。霎时间，我只听见一阵阵的撞击声响起，
接着就是一片的惨叫声。只是几秒钟的功夫，眼前那些黄色和白色的身影便消失大半，只剩7、8位道士站立在原地，他们的脸上已经浮现出了一抹惊慌之色。齐长老掏出七面阵旗，殷小姐，真当我没法子治你不成？说着，他甩出阵旗，同时手中掐诀。七星登峰镇虚空，结为镇妖定乾坤。话音落下，只见天空上的黑云渐渐闪烁出7颗星星，呈现一个勺子的形状。而我此时的体内却是十分奇怪，胸口的伤不那么疼了，气息也畅通了不少。但是下一秒我就感觉浑身都快要烧起来了，我立即把身上的衣服都脱了。齐老道，你他妈别念了，快停下！然而齐长老却手中动作不停。小友，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要不是我们在你来之前先设定了阵法，你今天就酿成大错了。闻言我人都傻了。那你针对他呀？怎么快要烧起来的人是我呢？话音刚落，我脚下突然出现一个七星阵，随后7道光线从天而降。另一边的齐长老见状，顿时一愣：怎么会？七星气怎么进那小子身体了？说着，他掐手一算，脸上的表情瞬间变得惊愕。我操，这小子居然是脚踏七星的纯阳命格！没想到啊，殷小姐早就算好了我们会用这个阵法。话落，他立刻收起阵法，带着剩余的道士往祠堂外跑去。然而我却在此时抓住了齐长老的胳膊，随后一道异常沙哑声音从我嘴里响起：战呐，让尔等走了吗？说完，我抓起齐长老就往身后砸去。只听扑通一声，齐长老顿时吐出一口老血。殷小姐，你确定要这么做吗？这会同时得罪我们武当和茅山宗2大派，你想清楚了？女尸沉默了半刻，最终她还是挡在了齐长老身前。让他们走。听到这话后，我就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，彻底没了动静。朦胧中，我只感觉自己处在一片烈焰之海，对面正站着位和我长相一样的男子，他就这么邪魅地盯着我笑。不知睡了多久，直到二胖的声音传入我的脑中，我这才悠悠转醒。弟妹啊，这天罡都昏迷了7天了，还不醒，要不要去县城的医院看看啊？这要是出事了咋办？他刚说完，就看见我睁开了眼。天罡，你醒了！哎呦，你可吓死我了！他说着就把我扶了起来。二胖，我爷爷呢？我爸他们呢？听到这话，二胖的头沉了下去。你晕了以后，弟妹一直照顾你，我就出去找乡亲们，可村子里的人都没了。说到这，二胖的眼泪直直的落在了我的床边。不过你也别灰心，弟妹说我烧掉的那些尸体里没有你家人，他们只是下落不明，而我爸是确定没了。闻言，我心中满是疑惑，什么情况？难道是家里人早就知道了这事儿，背着我跑了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甩了甩头，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。就在这时，门外响起了一阵人在蹦跳的声音。我看向二胖，咋了？还有僵尸在村子蹦的呢。二胖擦了擦眼泪，将我扶下床。那是弟妹走动呢，先说好哈，你看见了可别激动。听他说完，我懵逼了。我看他走路能激动啥？于是我一脸好奇地推开房间门，只见我家的院子里还和之前一样满地鸡毛，唯独不一样的是，此时一个冷艳绝伦的美女正在院子里跳，眼前的景象直接给我干傻了。此时的嘴角比 AK 还难压。那女士似乎察觉到了我的目光，随即她转头看向我，四目相对间，我冲她眨了眨眼。姑娘，那个我家人到底去哪了？那帮道士说你是9品算命师，你一定能算出来他们去哪了吧？你自己不也是算命师，自己算，我这样怎么算？说着，她又是抬起僵硬的胳膊。见状，我终于憋不住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到底怎么了？为啥醒了以后还这样？这话说完，我只觉得自己的屁股一阵剧痛。我操，君子动口不动手啊！我捂着屁股连忙跑到爷爷的屋子，从床底下拿出3枚铜钱和一个八卦图，将这些东西放在地上后，我叫来了二胖。摇钱3次，然后站在我现在的位置。二胖不明所以，但还是老老实实的站在了我的位置上，开始摇钱。随着3道铜钱落地的声音响起，我紧紧皱起眉头。2字一钱，大凶，再摇。接着又是一阵清脆的声音响起。我操，更凶了，我就不信邪了，再摇。二胖马上点头，随后又摇了一次，这次不一样了。一钱2坤，大吉接死门，是喜丧。什么意思？难不成爷爷寿终正寝了？不对不对，这是要我去南面的城里寻找家人。想到这，我立刻找到女尸。算出什么了？说着，他又在地上捡起了一根竹棍。我咽了咽口水。2字一钱乃为大凶，一钱2坤坐于南面，应该是我家人可能去了城里。卦象表明南面有转机。说完，我的内心就一阵紧张。只是第一次开挂，多少有些紧张。而看那女尸的架势，分明就是来检查作业的。想到这，我便闭眼准备迎接女尸的鞭策。然而过了几秒之后，却还是没有一点动静，却是传来他认可的声音。还算不错，初次开挂就能算到方位和地方。那你说说，摇出的死门是什么意思？听到这话，我又是一愣。喜丧，可能我爷爷寿终正寝了。我刚说完，他手上小竹棍直接抽打在了我身上。那是你摇的卦吗？就你爷爷死了？听到他的话，我马上反应过来了。哦对，摇卦的是二胖啊，不是我。这说明二胖最近有大运在身，也就是说我们是吉卦。女尸点点头，收拾收拾东西吧，我们进城。说完，他跳出了院子。而我却神色黯淡地站在原地。这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，在我没上山之前，村里还十分的热闹，如今却是一个活人都没有了。想到这，眼前景象逐渐变得朦胧起来。这次进城，我一定要找到爷爷他们以及屠村的凶手，别让我抓到你，不然我全村人的性命我要让你一一补偿。还有那个冰冷的女人，我迟早拿下你。随后我抹了抹眼泪，叫上二胖收拾了一下行李，跟着女尸坐上了去往县城的一个黑车上。此时戴着黑墨镜的司机对着我们喊着：让咱2个咱们就出发呀！
各位稍等。一听这话，车上的人马上就不乐意了。人的座位还要2个。黑墨镜司机马上嘿嘿一笑，多担待，要不我这一趟路途遥远，还不够油钱呢。你们看，哎，这不是来人了？说着，他对远处的2个女孩招了招手。2位美女去城里部，就差2个发车。2个女孩闻言立马上了车。车上的大哥们见上来2个水蜜桃，马上笑得眼睛都没了。妹妹，这车上没座了，要不你坐我腿上吧？这话说完，这2个妹子马上停下脚步，皱着眉看向司机。你这也没座位了。只见那墨镜司机嘿嘿一笑，随后来到门口过道的位置一拉，一个伸缩的座位就出来了。你们2个都苗条得很，这位置肯定是够了，挤一挤咱们就出发了。见状，2个妹子只是叹了口气，却也是坐了下去。此时我抬头看去，瞬间眉头一皱，因为这个短发的妹子的眉心处有一团黑气，是近期要走霉运的征兆。如果命宫有红光，那就是血光之灾。我连忙转头看向女尸，她眉心有黑气，这是不是要倒大霉了？你问我，我怎么知道？我瘪嘴，爱说不说，好像谁想知道一样。随后车门彻底关上，司机乐呵地发动了车子，一路上车子颠颠撞撞的，便让我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。我只感觉好像睡在什么软软的东西上，我还没事蹭一蹭，很是舒服。但好景不长，司机突然一个急刹车，直接把我撞在了前排的座位后。我马上就睁开了眼睛，迷迷糊糊地看着周围，只见车上的人都是赶忙稳住身子。司机骂骂咧咧地对着前方大喊：“该死的野狗，吓死我了！一身黑，我差点没看见。”闻言，人们也顺着车窗看去，前边还真的有一只黑色的土狗，此时正窝在路中央一动不动。司机见状，骂骂咧咧地开了车门：“你们等我会儿，我去处理一下。”说着就走下了车。但原本气势汹汹的他刚走过去，就突然身子一顿，这怎么回事？司机面露惊讶，往地上的周围看去，因为我们在车里看不到地面的情况，众人也是疑惑不已。这司机去处理狗，赶走就行了，这是干啥呢？坐在前面的那个光膀子大汉坐不住了，也开了车门走了下去。咋了这事儿？你让狗咬了？他说着就走了过去，接着竟然十分离奇的也站住了脚。妈呀，这是干啥呢？这下彻底把车上的人都给搞好奇了。这2个大男人下去咋都这德行？一条狗长得这么吓人。2个妹子也是好奇的走了下去。二胖转头看向我，天罡都下去了，咱们也看看去。我看向女尸，只见她双目紧闭，坐得很直，可能已经睡着了。于是我对着二胖点头，2人便缓缓下了车。这时我听到了那边传来的议论声：“这谁干的？变态吧？这得多狠的心才能下这样的手？”听着他们的议论，我好奇的走了过去。人们都围着前面的位置，但我注意到道路两旁似乎有几个小红点。我走上前去，映入眼帘的一幕让我触目惊心。只见地上的那条黑狗居然是个空壳子，其中的一只眼睛是空洞，另一只则是假的，只有皮毛在这里。我马上往旁边看去，发现这空壳黑狗旁边还放着2个脸盆，左边的这个脸盆里放着一堆小巧的白骨，右边的脸盆里则是鲜红的血肉。见此一幕，我眉头紧皱。这个在书上记载过，是很靠前的位置。我大概12岁学的内容，一时间有些忘了。就在我皱眉想着的时候，身后传来一个清冷的声音：“坐南向北，洋人上路。”这话一出，我马上眼睛一亮。洋人上路，车上阴道，俗称阴阳路，这忒娘的是邪术啊！我出口惊呼，也把不远处的那些人都吓了一跳，纷纷的看向我。你这小子还叫啥呢？这大晚上的，看着这狗本就瘆得慌，你还鬼叫什么劲儿？这时候那墨镜司机走了过来。小兄弟，你刚刚说这是邪术？我点了点头。这邪术在南阳那边很是流行，是开阴路，想让我们开到地府。众人闻言又是一脸的不可置信，纷纷低声议论起来。那这小子真会点东西，这都能看出来。我没有理会他们，而是靠近了司机一些。司机大哥，你把墨镜摘下来。一听这话，司机愣住了，他下意识的往后退了一步。不是，小兄弟，你说是就说是，摘眼镜干啥？我这是工作需要。这太阳晃眼的，万一出点事儿呢，咱们一车都要遭殃不是？我站在原地死死的盯着他。现在是晚上9点1刻。这话一出，其他乘客也都看向司机。司机见众人都在盯着自己，二胖那棱镜也是上来了，上前一把摘下眼镜。快摘了吧你，不知道以为你瞎子呢。然而下一秒，众人却是都不说话了，因为这司机只有一只眼睛，另一个眼睛的位置是完全凹陷进去的。不过那只好眼睛却瞳孔发青，而且很小，比正常人要小2圈都不止。众人看着他这怪异的长相，都是吓得没说出话来。只见司机也不恼，他低头避开众人的视线。我这是天生的异瞳，另一只索性就没有。越到晚上看得越清楚，白天的话反而有太阳会感觉眼睛不舒服，所以你们就放心。墨镜都比你们不戴的看得清楚。听到这话，二胖也是一脸尴尬的递给他眼镜。不是大哥，我这不知道，我以为你是戴墨镜为了装逼呢，对不起啊。司机大哥接了过来，重新戴上。没事，活这么多年了，早就习惯被人看了。小兄弟，我看你懂点这方面的，你说这邪术让我摘墨镜干啥？说完他就看向了我，众人也都冷静了下来。见状我叹了一口气，看来是真的。刚刚如果司机大哥眼神不好的话，肯定看不见，加上周围没什么车辆，车速很快，就算是撞完了停下，也都已经迟了，再走就必然是阴阳路。众人不说话，就这么看着我。我说完以后，便是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将那只狗的眼睛扣了出来，然后将那个塑料眼珠子一分为2，随后里面露出了一个微微发黄的东西，看起来像是个铜钱。见状我马上恍然大悟，我抬头看向还在发懵的司机，你最近2天有没有收到类似的铜钱？这话一出，那个司机突然一拍额头，小兄弟，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了。我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有个道士来我对面坐下了，他就这么一直盯着我的眼睛，我当时吃饭不方便，就把眼镜摘了。
过了3、4分钟，这道士就站起身子离开了。他顿了顿，但是桌上放了个铜钱，看起来很值钱的样子。我看四下无人，就拿上了。说着，司机大哥就拿出了外套口袋里的铜钱。众人纷纷看了过来，只见这个铜钱竟然和我手上的铜钱一模一样。我皱眉思索，这司机大哥命堂明亮，说明他是个心胸坦荡之人，所以他是一定不会得罪人的。再加上对方是个道士，那便有了另一个可能。于是我再次看向司机大哥，这道士什么打扮？司机现在完全相信我有本事了，那是问啥答啥。就穿着一个破破烂烂的道袍，看起来40、50岁的样子。听到这话，我猛然抬头，破破烂烂的，那可就大有文章了。记得当初我在给女尸喂棺材菌的时候，突然跳出来的那个道士，他就是穿着很是破烂，看来对方是冲着我和女尸来的。此时其他人便开始对着司机口诛笔伐。别人的钱你也敢拿？人家可是道士啊！我把你弄死，你都不知道咋死的。现在司机也是怕了，算了，这趟车我不拉了，咱回去吧。就在这时，我打断了他们的议论。不用担心，这个阵法我会破，只要大家听我的就好了。众人闻言也都安静了下来。随后我来到道路前边放着黑狗的位置，蹲下身子，在旁边的地上捏了一点尘土，放在鼻子上嗅了一下。果然是朱砂，这道士的手法可完全不是正统道家手法啊！与其叫邪术，不如说是巫术，在苗疆和南阳十分的流行。我立即来到二胖身边，二胖，去路两边找一下，肯定各有4柱檀香，把香拦腰扯断，但不要让香倒下。听到我的命令，二胖立马照做。与此同时，我问向车上的其他男性：“你们谁抽烟？”听到这话，那司机立马上前：“我有便宜烟，您抽不？”2块的红梅，我摇摇头：“我不抽。你现在开始抽，大概5根左右，把烟灰放在手心，收集好了给我。”司机虽然不知道我要干嘛，但还是马上拿出烟，蹲在一旁抽了起来。而我却是把那个空壳狗皮揉成一团，随后用打火机点燃。霎时间，一股十分难闻的烧焦味道传来，我马上挪开了封口的位置，接着我把脸盆里的骨头和血肉用手抓起来，一边往两边扔，嘴里一边念叨着：“尘归尘，土归土，畜之苦，天地主，来是虎，阴曹地府不受苦。”说话中，那些东西被我扔了个干净。就在这时，二胖的声音在西面传来：“天罡，你快来，这边出事了！”闻言，我立马顺着声音找到二胖。此刻的二胖满脸惊恐之色，我给你看个东西，你千万不要叫，也别大声喊。说着，二胖把我拉到身旁，用手指着地下，看着眼前的景象，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。只见地上赫然躺着一个女人的尸体，看起来极其年轻。我再仔细一看，发现这女人竟然是和我们一起坐车的那个长发女孩。我强行压着自己的惊慌，内心开始思考，这一定有什么关联。随后我猛然想起，那个短发女孩上车的时候命宫一团黑色，要倒大霉了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但如今看来，这肯定是因为她这个同学。正想着，二胖突然用手死死地抓着我。天罡，那边还有一个，就是在那边。我等你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女学生，难不成那个短发女孩也？此刻的我更加疑惑起来，顺着二胖指的位置走了过去。这个女尸是完全趴在地上的，所以想要看清楚，还需要动手翻过来。但我却在这时闻到了一股臭味，这是刚刚那个尸体没有的，难不成死的时间不一样？不管咋说，先看看是不是短发女孩吧。我抓着她的手臂用力一翻，这个尸体的面貌就露了出来。看到尸体的脸后，我眉头紧皱，这个尸体的主人居然是二婆子家的女儿，她不应该死在村子里了吗？我记得之前二胖和我说，他和这个女孩准备定亲的，她是在城里上学的，难不成这个女孩在回村的路上被人杀害了，然后魂魄回了村子？但我现在100%确定了一点，那就是那个破烂道士绝对有问题，因为村里的事儿有他的影子，现在道路上施邪术的也是他，这其中一定都和这个道士脱不开关系。我拳头紧握，老壁灯，别让我知道是你害得我们村子全村灭亡，不然我必然亲自手刃了你。这时二胖的声音传来：“天罡，你没事吧？咋看这么久呢？”二胖说着就要走过来，我见状赶忙把尸体又翻了回去，随后带着二胖回到了马路上。一回来，众人就看向了我：“小师傅，下边出啥事了？”“是啊，我们现在都害怕的厉害，咱们到底能不能走啊？这地方太吓人了。刚刚那个胖小子不是说有问题吗？”他们看着我的眼神满是哀求之色，但我注意到短发女孩身边的那个女生微微抬头看向了我，那是一双很大的眼睛，瞳孔颜色却是怪异。就被看了这么一下，我都感觉后背汗毛直立。司机大哥马上注意到了我的眼神：“小师傅，你看那个女孩怎么了？”众人也是都转头看去，那女孩马上低下头，恢复了原本的样子。我转头看了一眼车上的女尸，她抬眼看了我一下，微微点头。随后我立马笑着看向司机：“没啥事，我这个兄弟胆子比较小，碰到个夜耗子打动呢。对了，司机大哥，烟灰呢？”司机大哥连忙拿出自己的烟盒，我点点头。现在所有人上车，司机大哥往前正常开，在行驶的过程中不要有任何人说话，不能让对方感觉到人气，明白了吗？众人连连点头。我怕出意外又重复了2次，所有人都全部听明白之后，我才让他们上了车。接着我问了一句：“你们车上没有属鸡的吧？”众人纷纷摇头。我点点头，刚准备离开，女尸的声音淡淡响起：“不说实话就给我滚下去！”这话一出，我立马眉头一皱，这事关人命，到底谁在隐瞒？见我生气了，他们也是面面相觑。最后那个短发女孩弱弱的举起手来：“帅哥，我属鸡，你可别丢下我啊！我明天有个很重要的面试，算我求求你了。”我无奈的扶了下额头。谁说要丢下你了？问谁是属鸡的？那是因为鸡鸣天亮会引起阴路注意，邪阵一旦破除，想回归正常的路，就必须要做到生足必阳，方可开生门。听到这话，他脸色一松，我接着向他又嘱咐了几句：“一会车子发动，闭眼不要偷看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你不要睁眼，
也不要说话，否则后果自负。短发女生点头如捣蒜。明白了，小师傅，我一定听话。你开始吧。接着我再次来到路边，拿着烟盒，对着之前铺满朱砂的路上缓缓倒下一个生字。我看着前面的路口，掐了一个手诀，只见一道白光闪过，前边烟灰形成的生字微微晃动。我转身走回到车旁，众人眼神紧张，大气都不敢出一下，有的甚至捂住了自己的嘴。我关好车门，一言不发。司机大哥如约发动车子，随着车子的走动，我也没敢掉以轻心，只希望车上的人都按照约定不要发出声音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，会再次踏上阴路。一旦上了阴路，那这一路遇到的一切东西可能都不是人。车内是前所未有的安静。终于，车子眼看就要驶过前面的生字，窗外却是缓缓有一个人头从车顶渐渐下滑，而这个车窗正是短发女孩的位置。我也是吓了一跳，仔细看去，这个人头是长发女孩的。为了让我们发出声音，一定会有东西作乱。之所以用长发女孩的样貌，是因为她对短发女孩的冲击力最大，只要短发女孩看到，一定会放声大叫，那就会惊扰了阴路，我们的努力就都白费了。不过好在我提前让她闭上了眼睛。就在我庆幸自己安排稳妥的时候，我却看到短发女孩的身子在微微颤抖。见状，我暗道不妙，这娘们一定是偷看了。她但凡一叫，鸡鸣天亮。眼看她身子颤抖得越来越厉害，似乎随时要爆发尖叫的时候，我上前一把拉住她的肩膀，往我这边按了过来。她身体瞬间落在我腿上，这一下她更是吓到了，直接张嘴就要大叫。我抓起二胖手中还没吃的馒头，对着她嘴就塞了进去，随后我又直接用手压住馒头和她的下巴，彻底堵住了马上要爆发的尖叫声。好在没有酿成大祸。众人此时也注意到了我和短发女孩，但都很听话，只是瞪着眼睛看着我和腿上被按着的女孩，但都没出声。终于车子平稳越过了生字走了起来，按说这就可以了，但我怕时间不够，保险起见，还是没有给他们指令放松，愣是等了3分钟后，车子早就远离了那个阵法的位置，我这才松开了按在腿上的女孩。她马上坐起身子，用手把嘴里的馒头抠出来。众人见状也是马上大口喘气起来。司机大哥此时看向我，小师傅，那咱们现在是不是正常开就行了？我也长出了一口气，已经恢复正常了，正常去城里就行。司机闻言声音也变大了，那太好了，各位坐好，我稍微提速，咱们争取早点进城。随着车子再次颠簸起来，我也陷入了梦乡。再睁眼，我又回到了那一片火海当中。为什么又是这里？这里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会有火焰呢？这还是人间吗？随后传来司机惊喜的喊叫声，又把我从梦境中拉了出来。好了，各位，咱们到了。我猛然睁开眼睛，却发现我全身是汗水，后背的衣服都湿透了。我擦了擦额头的汗水，看着车内，众人也是彻底放心了。看着外边繁华不少的街道，纷纷都是高兴起来。太好了，真的没事了，我们到了。看着众人都是重获新生的样子，司机大哥也是面露喜色。这都是多亏了小兄弟啊，不然咱们不可能这么平安的到达城里啊。这话一出，众人也是连连对我道谢。真有你的，小师傅，你这真有两下子，今天有你在，真的是幸运啊。见他们感恩戴德的样子，我却是一阵脸红和心虚，应该是倒霉吧。若不是我们要进城，估计那道士也不会下这样的套。众人纷纷下了车，我的眼神落在了站在不远处的2个女孩身上。这时短发女孩拽着同伴走了过来。帅哥，谢谢你啊，无以为报。我点点头，笑着目送他们离开。对于长发女生的事我没有多说，主要还是不想沾染这个因果。每个人该遇到什么，不是人为能够决定的。我但凡出言提醒，后续的果就会在我身上。等到他们彻底消失后，我从超市里买了一块红布给了司机。回去的时候把这个垫在屁股底下，就这么开回去。在到家之后马上点燃这个红布，之后就正常出车就行。那司机顿时一愣，我这还没完呢，说着就肉眼可见的紧张起来。我立即出言安慰，按我说的做，不会出事。做完这些之后，我背起女尸走向了远处，毕竟女尸还是跳着走路，太显眼了。我背着女尸走了一小会儿，二胖便挠挠头看向我。我有个问题，天罡，我和我爸进过城，咱们现在要先住旅馆，弟妹有身份证吗？没等我说话，女尸就摇了摇头。我们不住宾馆，你往前走就行。我有些疑惑，但也只好低头背着她往前走去。终于走了1个小时后，我们站在了一个街道口，女尸自己要求从身上下来。这个街道和外边的街道不同，很窄，而且里面没什么人，地上是故意用凹凸不平的石砖铺成的地面。我看着眼前的街道，心里一阵发寒。这咋看得这么阴森呢？不知道的以为死人街呢。然而回答我的却是二胖，因为这就是城里的白事街。闻言我转头看去，只见二胖身子旁边有一个白布长条，上边用笔龙飞凤舞的写了几个字，龙城白是一条街。见到这个我也是一阵尴尬。这时候女尸蹦着走进了阴森的街道，二胖笑了笑，天罡，弟妹这个姿态在白事街这么跳，还真的能吓死人呢。我没有理会他，跟着女尸踏入了白事街。走着走着，女尸抬起僵硬的胳膊指着旁边的一个建筑，我们就住这里。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见眼前是一个店铺模样的店面，外观和其他店面一样古色古香的。我微微皱眉往里看去，里面似乎还放着几个亮着灯的机器，四四方方的，大概和人一般高，里面还花里胡哨的。这是啥高科技啊？说着我就好奇地走了进去，刚跨过门槛，里面就传来一阵潮湿发霉的味道，显然很久没有人住了。屋子的两边都放着机器，旁边还写了个灯条，24小时自助营业。我直接爆了句粗口，然后脸红脖子粗的跑了出去。二胖见我这样跑出来，一脸好奇，天罡，里面咋了？进去一趟，你脸咋红成猴屁股了？说着就要进去看看，我一把拉住二胖，
里面的东西不太适合你这个未成年看。二胖马上就不乐意了，说啥呢你？你是我弟，你都成年了，我比你还大3岁呢。说着就不信邪的走了进去。我只好尴尬的偷偷看女尸，发现她好像嘴角在微微上翘，但努力控制着。我有些懵了，不是，里面除了那些玩意也没床啊，咱们咋住啊？听到我的话，女尸嘴角的弧度立马消失。今晚先对付一下，明天给这家店老板打电话盘下来就好。我有些为难，但自己好歹是个老爷们，在女尸面前太过害羞很没面子，于是我找了个借口。对付是能对付，我倒是没啥，你个女的不太好吧？女尸却面露自然，我可以啊。此话一出，我一阵语塞。可是就算你觉得没啥，那咱们也没钱盘这店啊，里面可大了，好像还有后院呢。这不是你需要操心的。女尸说完这话，二胖就脸红脖子粗的走了出来。这城里人真不害臊，竟然把这种东西就这么摆在外面。女尸却是不以为然，两腿一蹬跳进了店里。随即我也给自己洗脑了一番，尽量自然的走了进去。进去以后，我也不看那些东西，就直直的看着女尸。她此时已经坐在了一个靠墙的位置，双眼紧闭。见她一个女人都这么大方，我反而没有那么难受了，也找了一个位置坐下。我其实想问问女尸有没有什么计划，怎么找我的家人，下一步应该怎么办，盘个店有啥用？但女尸压根没有想和我沟通的意思。就这样，我们简单的找个东西垫了垫，便沉沉的睡了过去。半夜我似乎听到了老鼠的声音，叫个不停。可当每次我睁开眼睛后，声音就消失不见了，而且女尸的位置空空如也。就在我准备出去找她的时候，她又回来了，只是感觉她嘴唇很红。她冷冷的看了我一眼，随后便又坐下不再言语。我只好接着睡觉。到了第二天的时候，我被一个大汉给吵醒了。他用手机在机器里扫了个盒子，拿着盒子出门的时候还白了我一眼。自助店和银行都踏马便宜了你们这些乞丐了。他说着就迈腿往外走去，而原本平常的走路，他却是凭空被绊倒在地。那人发出一阵嚎叫，就是他妈的，见到乞丐都要倒霉一天。一听对方还在骂人，女尸猛然睁眼，我见状赶忙抚了抚他的背。差不多得了，他不忌口舌，有他倒霉的时候。女尸点点头看向我，给这里的老板打电话吧，今天盘下店，我们还有很多事需要处理。想要找到你的家人，那就做事麻利点。见女尸又是一副凶巴巴的样子，我无奈摇头，走出了店面。街道上传来熙熙攘攘的声音，大概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后，我便看到了不远处的超市，那里有个老式座机，我直接走了过去。兴许是没睡好还是什么，走了几步，竟和一个女人迎面撞在了一起。随后一道惊呼传来：“哎呦，走路不看吗你？”我抬头就看见一个30多岁的女人，她一脸的不悦，而我却是愣住了，又有黑气。这一进城都2次了。那女人见我对着她脸发呆，马上把我推开。看什么看？说完便转身小跑着离开了。我对此倒也不是很在意，于是快速来到了小超市，拿起了电话。里面坐着个大爷，大概60、70岁，戴着个老花镜，看了我一眼，便继续低头看报纸。本地的座机家区号啊？我点了点头，按了几个数字，这是那个机器上留下的号码。嘟嘟，那边响起一阵等待音。过了好久，正在我以为没人接的时候，那边传来一个男人不悦的声音：“谁呀？这是大清早的，有病呢！”听着这个男人的声音，我微微皱眉。你是那家自助机器的老板吗？是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这店里的东西那都是经过正规的质量检测的，你要是用坏了，那和我们没关系。你要是想投诉，上面有投诉电话。你要是不投诉，我就是老板，有事你说。我冷哼一声，不是东西质量的问题，你这个店我们看上了，想问一下价格，你有没有时间来一下，咱们谈谈。那边停顿了一下，转而传来了一道谄媚的声音：“哎呦呦，这大清早的财神爷登门，我这还以为骚扰电话呢。”兄弟，你别介意啊。我点了点头。那你现在有空没？我们挺急的。那边马上笑着回复：“有空，兄弟你稍等，我马上开车就过去。我家离这个店不远，你等我10分钟，咱们不见不散。”我挂了电话后刚准备离开，老头就突然放下报纸看向我。那家店很脏，这条街的人都知道，谁买谁后悔。听到老头的话，我原本迈出的脚停在原地。老头将报纸折起来。这个店最早的时候是个看阴阳的店面，这块修建的不错，所有店铺都是众人争抢，但那个店却3天2头地换人，就是因为有脏东西啊。闻言我心中了然，原来是这样。老头说的脏东西，看来和灵异事件有关了。本来我确实有点奇怪，白石街搞什么成人用品店啊？想到这，我对这老头点了点头。谢谢你提醒啊，大爷。说完我转头离开。等我回了店里的时候，女士正在对着一个罗盘看着什么，二胖还在睡觉。我走到女士身边看着罗盘。看啥呢？女士没有理会我的话，而是继续看着罗盘。约好了吗？约是约好了，他10分钟左右过来，但是……女士微微皱眉。但是什么？随即我把老头的话转告给了女士。原本以为女士会改变主意，但她却是不以为然的点了点头，接着就开始认真研究起罗盘了。见她这样，我只好无奈叹气。没一会的功夫，外边就走进来一个穿着西服的肥胖男人。他在我们3个身上打量了一番，眼神略显狐疑。几位，是你们看上我这店了？我笑着走上前。老板你好，是我们要买这个店。男人见我们着脏兮兮的模样，顿时没了耐心。小兄弟，我这一天挺忙的，这1分钟上下大几万的人，得知有人要买我店，我可是马不停蹄就来了。你这么晚我就没意思了。我面露不解，就是我们要买啊。那男人冷笑一声，你们买得起吗？我告诉你小子，我们这条街那是受重点保护的黄金地段，就这里一个公共厕所盘下来都得这个数。他用肥胖的手比划了一个5，我见状一愣，
500呢？我瞬间想起来自己口袋好像也就500多了，顿时愁眉不展。500？你跟我开玩笑呢你？他说着转身就走，丝毫不想和我多说一句的样子。我赶忙一把拉住他。不是，老板，你着急走啥啊？你先说好价格，我们去凑一凑。他马上扒拉开我的手。我告诉你小子，这里一个厕所都5万起步，我们这么大的店面，那都是18万8，少一个字不卖，知道吗？听到这话，我彻底傻了。见我这么吃惊，那男人冷哼一声，转身就要离开。但当他的一只脚刚踏出去，女士的冰冷声音便传了过来：“我给你20万，现在给他道歉。”此话一出，男人立马把脚收了回来，转头看向女尸。男人愣神了好久，见状我赶忙挡在女尸身前：“说话就说话，你光盯着人家看干什么？”男人闻言这才回过神来：“兄弟，你要是能拿出20万，别说是道歉，我不光卖给你们，我还送你们一套红木桌椅，价值3万。”听到这话，我也是面露尴尬，还20万呢？我2000都没有，这女尸咋张嘴就来呢？她一个常年睡棺材的，怎么可能放着现金呢？然而女尸却点了点头：“你送的东西我不稀罕，你给我们联系一下装修公司就好。”说完以后，女尸推开了挡在她面前的我，接着从手指上摘下一个碧绿无比的戒指，看起来好像价值不菲的样子。那男人一愣，随后接了过去。他看了2眼之后眉头皱起，接着把手中的皮包夹在腋下，两只手把玩起来，一会放在阳光下看，一会又对着那翡翠哈气，越折腾越兴奋，最后脸上全是笑容。旁边的我是一脸不解啊，这人是被女尸用了什么妖法吗？下一秒，那人猛然抬头，嘴角都快咧到了耳根。姑娘，你确定戒指当买我这个店的费用吗？看着他一脸见钱眼开的样子，我马上明白了，这戒指应该很值钱，只是不知道女尸为啥有这么值钱的东西，一个戒指就值20万。此时女尸死死盯着那个男人：“现在马上道歉，然后去你自居。”男人闻言立马换回了一副谄媚的笑容：“姑娘大气，我马上道歉。”说着他又十分认真的来到我面前：“兄弟，对不住，刚刚是哥哥狗眼看人低了，你们可不是乡巴佬啊，你们是不在乎外表的大老板啊。”说完他又对着我鞠了一个躬，脸上也是十分诚恳。接着他看向女尸：“姑娘，那我去你合同，复印店不远，你们等我啊。哦对了，这个戒指你先拿着。”说着人就往外走，那叫一个着急，因为激动，头直接撞在了门框上，发出一阵沉闷的声响。他依旧一脸笑意：“撞了个包好啊，开门红包，一路长虹啊，几位稍等啊。”说着就小跑着出去了。我在里面眼神追随着他的身子，他走到外边都在高兴，嘴里还哼着小调。我不屑地吃了一声：“至于吗？我一个农村的人，见到20万也没你这么大动静，瞧他那德行。”而女尸却是缓缓摇头：“那个戒指价值50万，他白拿35万，换谁不高兴。”闻言我猛然转头看向女尸，眼睛瞪得老大：“多少？50万？那够在我们村子娶好多好多媳妇了都。”女尸却一脸无所谓，想着给个价值20万的耳环，但好像丢在山上了。无所谓，身外之物。他说的话跟刀子似的扎在我的心上，那叫一个痛啊！50万就这么给了，换这么一个成人用品店，这值吗？但我又不敢说他，只能小声嘀咕一句：“败家娘们！”刚说完，我直接一个原地空翻砸在了底板上。我闷哼一声，指着他刚准备开口，他看着我眼睛放大，冷意十足的等待着我嘴里的话。我只能硬生生的把脏话咽进了肚子里，自己灰溜溜的站起身子来到二胖身边：“兄弟，我命苦啊我。”而二胖却是一直没说话，此时表情怪异的看着这个店周围，一副很严肃的样子。我拍了他一下：“二胖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装什么深沉呢？”二胖马上堵住了我的嘴，眼神看着房梁：“我怎么感觉我来过这里呢？不对，我来过这种地方。”他一边说一边往后边走去，见他神神叨叨的样子，我一阵无语的坐在地上。完了完了，刚进城，败家娘们花50万买个破毛坯，这就不说了，二胖还跟着疯了，造孽啊造孽啊！半个小时后，我在合同上签了字，按了手印，看着上边的签字，这个男人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。几位，从今天开始这个店就是你们的了，但是咱们话说在前面，合同第3页第24条第2小条写得很清楚，一旦售卖出去，任何问题概不退换。二胖闻言立马跑了过来：“你这叫丑话说在前面，合同都签了，你才说。”说着二胖就拿起合同找他说的那条，等找到以后，我和二胖是连连喊奸商，这条用特别小的字在页面夹层里写着呢，为的就是不让我们反悔。这更加让我相信那个超市老头的话，这个店怕是真的有什么问题。但女士对此没有任何的情绪，她也看向男人：“你也不要反悔，不然打断你的腿。”那老板还是笑呵呵的：“打死我都不反悔。各位放心，这个名片是装修的电话，其他的就和我无关了。我还有事，咱们山水有相逢，以后最好别打照面。”他意有所指的说了这么一句，便哼着小调往外走去。我都做好被骂的心理准备了，但是那司机却是没骂人，而是眼神怪异的看着我。这也没到清明节吧？你也没拿纸钱啊？我懂了，你在那上班是不是？我也不知道咋回答，只是应付的点了点头。司机马上眉开眼笑：“哎，你早说啊，上车吧。我以为你干啥呢？神神叨叨的。”见对方愿意带我去，我脸上立马露出笑容。上了车，系好安全带，车子便发动了。通过跟他交谈，我才明白对方刚刚为啥那么问我。合着这黄泉路444号是城里的殡仪馆啊！要是别的路叫这个名字，那肯定是不吉利。但是殡仪馆叫这个，反而还好。最终历经了大概半个多小时的路程，我们停在了一个院子门前，旁边有个石碑，还真就写着黄泉路444号。司机打开了车门锁：“啊，兄弟，到地方了，
一共是42块钱，扫码还是现金？说着就拿出一个绿色的二维码。我连手机都没有，更不懂什么是扫一扫。从口袋拿出钱，随后肉疼的递了过去。等我下车后，那司机便是扬尘而去，荡起一阵阵的尘土。我用手扇了扇，看着眼前的这个院子，门口也没有人看守，就是个圆门洞。我大概看了一眼便走了进去，里面的墙壁有些年头了，还有不少的裂纹。前面有一个指示牌，写着认领处，还有登记处，但就是一个人都没看到。我就按照指示牌去了几个屋子，都没人。我只好对着周围喊了一声：“有人吗？”周围很空旷，刚喊完，远处就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。我马上停下脚步，仔细听着，缓缓往声音的源头寻去。那声音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竟然变得缓慢了起来。我越过前边院子的过道，接着往里面走去。声音就在正对面的那个房间里。等我走近的时候，那个声音却突然停下了，周围恢复了安静。我顿时一愣，向周围看去，便又看到了一个牌子：临时停尸间。随即我陷入了沉思。刚刚那个声音是在停尸间发来的，难道是尸体活了？还是进去了什么动物？我这边胡思乱想着，里面却是再次传来了那个奇怪的声音，很是有节奏。我缓缓走了进去，只见里面放着10多个小床，而这上面都是盖着白色的布子，唯独其中一个床上是空的，而且白布好像被人掀开了，就散落在一旁，正好把床下给遮挡住了。见到这一幕，我顿时心中大骇，这他妈诈尸了！我赶忙往屋子里看去，但是屋子里除了10张床，什么都没有，而且温度调得很低，我一个劲的打着寒战。不会在我身后吧？想到这里，我就缓缓转头看去，身后什么都没有，真是自己吓自己。估计是一共就9个尸体，10张床空了1张罢了。这想法刚出，那个空床下就传来了动静，这次声音很大，而且我不知道是不是错觉。我看到挂在床边的那个白布似乎被什么东西动了一下，我默默咽了一口口水，应该是看错了。下一秒那白布又动了，这次我是实打实的看清楚了，那个声响还在持续，似乎还越发的兴奋了。我屏气凝神，默默地在口袋里摸了半天，发现之前绘制的3张符都用完了，现在只有黄纸了。也不知道是害怕还是冷的，我手指有些颤抖地抓出一张黄纸，用最小的动静扯下一条，接着用力咬破自己的手指，凭借书上的记忆，用指尖血画了一个简易的镇尸符。准备好符咒之后，我才悄悄地靠近那个白布的位置，来到了白布面前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不管白布后边是什么东西，我直接就给他一下子。想到这里，我咬牙一把拽下面前的白布，哗啦，白布应声落下。我的另一手快速掐诀，对着白布后就贴了上去，然而下一秒就愣在了原地，因为面前竟是一个40多岁戴着眼镜的男人，他的下身全部都是血迹，而他手上也被鲜血染红，手上抓着一把又长又大的锯子，而锯子的齿轮此时就卡在一个人的腿部。你在干嘛？男人没有回答，他呆呆地看着我。过了几秒后，他才缓缓松开了手中的锯子，接着把自己额头的黄纸摘了下来，站起了身子。我在缝尸，有什么问题？听到男人的话，我强行稳住心神，再次把目光看向地上的尸体。你少扯淡，谁家缝尸用锯子锯骨头的？此话一出，那男人笑了起来。这个尸体因为撞击力道太大，骨头严重错位，没法缝合，需要先锯骨，最后缝合。见我面露狐疑，他顿了顿。这人是车祸死的，法医鉴定完了就送这里了，缝合后等家属认领就好。听到这话，我才彻底明白过来。明白了，合着你是个缝尸匠。男人无奈点头，可以这么说。我这才长出一口气。男人擦了擦手，你是病人的家属还是？我是来找人拿个东西，谁知道你们这殡仪馆一个人没有。你这里有动静，我就跟着声音来了，结果差点让你吓死。他上下看了我一眼，找人拿东西。我点了点头，赶紧给我呗，我拿了好回去交差，你接着锯人就完了。他看着我伸出的手，微微皱眉，接着往外走去，我只好跟了上去。原本我以为他是给我拿东西去了，谁知道这人来到门口登记的小房子里转了一圈，发现没人后，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。老岳，今天周末本就没人上班，你不好好看门，又打牌去了。那边也不知道说了什么，眼镜男点了点头。今天我值班啊，这都有人冲到停尸房了，我正锯骨头呢，上来给我贴了个黄纸，说是找人拿东西，我也不知道干嘛的，你快点回来吧。等他挂了电话，转头看向我之后，脸色已经沉了下去。我还以为你是家属呢，告诉你，这是官方殡仪馆，不能随便出入，你在这等着，不要随意进停尸房。见他这个样子，我也明白了，刚刚对我客气是把我当领尸体的家属了。得知不是，马上态度大变，于是我也不高兴了。哎，你这个人什么态度？你个缝尸匠跟我牛什么呢？是你们这里没人我才进去的。眼镜男冷哼一声，转身再次回到了小院里的停尸房。没一会又是响起一阵的锯骨声，我也不好再进去，只好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等着。过了好一会儿的时间，一个看起来很不干净的老头走了进来，穿着个导演马甲，想必这位就是眼镜男口中的老岳了。他进来看着坐在凳子上的我，也不问我干啥的，上来对着我肩膀拍了一下，接着就在我脸上仔细端详起来。像啊，太像了，就是这小胳膊小腿的，没好好吃饭吧你？我不解地看着他，像啥呀？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而是说了一个让我大脑完全死机的话。你我兄弟2人今日再次见面，属实是造化弄人，以后咱们就是异姓兄弟。我今年70有余，年长几岁，今后你就是我大哥了。听到这话，我呆呆地看着这个老头，满脸不可置信。老头见我没动静也不生气，
大哥，你喝茶不？我这边有西湖龙井，给你尝尝。他说完就屁颠屁颠的去里屋给我泡茶叶去了。我依旧没适应这个称呼，这老头到底啥意思？我刚满18岁就被个7、80的叫大哥，没过一会儿老头就端着茶跑了过来。大哥，你先坐着，我去给你拿东西，稍安勿躁啊你。说着人就已经进了后院的停尸间，也就是过了10分钟的样子。那个老头拿着个布袋子回来了，他把东西递给了我。兄弟，这东西易碎，不要掉了，拿好。我拿着就准备打开，这老头马上伸手阻止了我。万万不可，打开就失效了，交给他就好。我点了点头，也不知道这女尸在搞什么，而且她为什么会在城里认识人，还是个殡仪馆的老头。这个女尸实在是太神秘了，抽空还是套套话试试。想完我站起身子就往外走，但老头却叫住了我。兄弟，你等会儿。我一脸不耐烦地看着他。你都这么大岁数了，别兄弟兄弟的，你还有啥事啊？那老头搓了搓手。你拿东西得给钱啊，多了不要，2、3万你看着给吧。闻言我愣愣地看着他。还要钱？这女尸也没有告诉我。老头听完笑容一下就垮了。你们玄门中人那是沾染因果的，你咋能拿东西不给报酬呢？这一句话给我整的都没话说了。于是我努力给自己的脸挂上一副笑容，然后搂住了他的肩膀。你看咱们不是兄弟吗？你给便宜点。老头认真的点了点头。我也痛快，最低1万。听到这个报价我脸上一僵，片刻后我又跑到身后给他揉肩捶背。你给我打个2、5折呗。此话一出，老头一把扒拉开我的手，不耐烦的推着我往外走去。别，你这老头咋这么财迷呢？说好的兄弟，你别推我啊！我告诉你。我嘴里努力的争取着，身子已经被推出了殡仪馆，老头这才松开了我。亲兄弟还明算账呢，这东西就不是几百能买的，你去别处看看吧。说着就要关了殡仪馆的门，见状我一脚伸出去，卡在了门缝中间。那老头无奈了。你跟我耍赖是不是？这方圆几里地你打听打听，谁能耍得过我岳老赖？我脸上的笑容不减。岳兄弟，我是真的需要这个东西，你有没有别的办法？或者我给你干点活，我这别看瘦啊，有的是劲儿。原本就是最后试一下，如果真的不同意，我只能回去和女士要钱了。谁知道这岳老赖还真的停下了推门的手，似乎在思考着什么。过了几秒后，他再次打开了门。你我兄弟一场，我给你个机会，看你要不要。听到岳老赖这么说，我连连点头。当然要啊，你说吧，干啥？你给我算一卦。听到这话我愣了愣。这倒也不是不行，只是我现在吧，可能算得不够深，就能帮你算一些小事，太深的话怕是有点困难。岳老赖不在意的摆摆手。我自然不是要你现在的一卦，等我需要的时候我再去找你，如何？闻言我心中若有所思。这老头倒是鸡贼，等我和女士学好了再算，那时候的每一卦可都千金难求。这老家伙是跟我玩潜力股投资呢。岳老赖见我不说话，马上不乐意了。不答应的话，我真就无能为力了。我还能不答应吗？想到这我连忙点头。于是岳老赖便把东西给我了。回去的路上，我一个车都没见着，就这么硬生生的走了半个小时，直到天色渐渐黑了下来。突然一个刺耳的声音响起，随后刺眼的车灯照射在我身后。我转头看去，明亮的车灯缓缓变成近光灯，我这才看清楚，面前停着一个红色的跑车，车窗缓缓降下，一个清脆的女声响起：“好的。”一听这话，我马上走了过去。哒，能送我去市里吗？我给钱。车窗里是一个穿着红色风衣的美女，看着眼前的尤物，我连忙把眼睛低下，不敢再多看。红衣美女微微拨动了一下自己的长发。上车吧。闻言我赶忙上车，坐好后，女人便缓缓发动了车子。全程她也不说话，似乎有什么心事，眼神中带着一抹厌倦，而且时不时地摸一下自己的鼻子。见状我对着她眨了眨眼。姑娘，不好意思，我刚进城，没地方洗澡，可能有点味儿。听到这话，那女人微微皱眉，随后看了一眼我浑身上下，眼神中似乎有些不解。别误会帅哥，我是有点感冒，鼻子里一直有鼻涕，闻不到的。她不咸不淡地说了这么一句，便再也没有了说话的欲望。我也没有攀谈的意思，小心翼翼地拿着岳老赖给的布袋子。很快，我被美女带回了白石街。她停下车子，点燃了一根女士香烟，我马上递过去100。姑娘，谢谢你啊，打车应该40，你车这么好，我多给你50吧。女人淡淡吐出一口烟，不用。你走吧，我家离这块不远，顺路的事。一听这话，我马上收了回来，随后笑着下车。姑娘，你真是个大好人啊，人美心善，会有福报的。女人听到这话笑了起来。借你吉言了，你走吧。我笑着对她摆了摆手，接着转头往巷子里走去。刚走了几步，我就看到前面街道好像站着胖子和女士，我正准备打招呼，呼啦，我又是个凭空翻滚，倒在了地上，手中的布袋也出现在了女士的手中。哎呦，你有完没完？一见面就打我，你知不知道我费了多大劲才给你拿到的东西？女士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，人美心善。说完就转头机械的走了起来。我顿时一愣，女士居然能走了，虽然还是有些怪异。我无语的站起身子。有病，人家免费送我回来，我夸人家一句怎么了？二胖马上贼兮兮的走到我旁边。他吃醋了呗？我微微一愣，看着那个笨拙走路的女士背影。吃醋？你也太看得起我了，他和个冰块一样，怎么会在乎我呢？单纯变态罢了。随后二胖跟着我往店里走去，走到门口我就愣住了。原本的24小时成人用品店，现在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算命阴阳店。此时女尸坐在吧台上看着一本书，很是安静。我走上前，那个你怎么称呼？到现在为止，我都是一直女尸的，总之不是人就对了。她只说了2个字：殷霜。我点了点头。
殷姑娘，我们这次进城是为了找我的家人，同时给二胖报仇。你弄这么个阴阳殿，对我们有帮助吗？他头也不抬，一边看书一边冷声回了这么一句：“和我有什么关系？”我顿时一阵无语，毕竟人家说的也对，我们自己的仇恨确实和人家没有关系。算了，管他呢，明天就开始打听爷爷他们的踪迹。而且我来城里之前算的那一卦，说是城里会有转机，现在就等这个转机出现了，急也没用。第二天到了快中午，我才醒了过来。刚来到大厅，就看到一个满脸愁容的老太太。我走上前，老人家，你有啥事啊？这老人见到我后，竟猛然跪在了我面前，我一下就傻了，连忙让老太太先起来再说。随后老太太坐回了椅子上。我女儿是个大龄剩女，前几个月相亲认识了一个男人，双方一见钟情。可我女儿怀上孕后，她就离奇失踪了。女儿不愿意打掉孩子，我也只能由着她。可现在怀胎11个月了，愣是一点要出生的迹象都没有。医生也没见过这么奇怪的事，当下决定要剖腹产。可我女儿疯了一样拿着刀威胁我们，死也不让动手术。她还说孩子没长大呢，必须在肚子里。你一定要救救我女儿，她一定是被小鬼给缠上了。听着他的诉说，我若有所思。看老太太的命宫里有光，这是有横财降临的预兆才对，而她的子女宫也没有波动，这种情况说明家里不会新添人口。于是我不解地看向老太太，为什么会觉得你女儿遇到小鬼了？是一个穿着破烂的道士跟我说的。听到这话我懵了，又是那个道士，阴魂不散是吧？想到这，我再次看向老太太，既然有道士告诉你，为何不让他直接处理了？老太太摇了摇头，他说他处理不了，这小鬼很厉害的，必须来找你才行。我又是一愣，转头看向殷霜，谁知殷霜竟果断地接下了这活。我也是一阵无奈，接着让老太太出去等我。随后我来到殷霜跟前，你没病吧？这肯定又是那个道士搞的鬼，这事是他介绍来的，你接什么？殷霜抬头看向我，冷艳的双眼缓缓在我身上刮过。你在凶我？我知道这个眼神什么意思。下一步我应该是原地翻跟头，然后砸在地上。行，你牛逼，你等我追上你的，看我不打哭你。说着我就往后面走去。等我超过你的那一天，我一定亲手折磨死你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对于我如此热血的誓言，女尸直接把书放在桌面上，随后开始活动筋骨。老娘就喜欢有骨气的男人。来，我倒要看看我的大男人有多硬。见他这样，我转身就跑上了2楼，一边骂一边收拾黄纸等东西。岂有此理！我迟早鞭策你，我还给你滴蜡，我让你哭。我的声音直接把二胖吵醒了。大清早的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睡你大爷！起来干活。说完我就把二胖拖下床走出了门，随后带着老太太去了医院。等到了医院门口，我就在5楼的一个窗口看到了团黑气，是阴气环绕，不好。我立即向里面跑去，很快来到了5楼病房，里面传来一阵嘈杂声。我见状立即推开病房门，只见一个孕妇正抓着窗户的把手，而她的孕肚整体呈现一个暗紫色。此时5、6个医护人员正在安慰他们：“姑娘，你可千万别犯傻事啊！我们不是要给你做手术，我们就是帮你检查一下孩子健不健康。”听到这话，女人却疯狂的嘶吼：“那不要逼我，不要逼我！”她越是嘶吼，那肚子的颜色就越深，看起来随时要爆炸的感觉。而我却是愣在原地，因为我看到的和他们不一样。那个肚子不光吓人，而且有一团黑气就这么缠绕在上面，肚子里也根本不是什么小鬼，而是阴灵。这种东西要比鬼魂等级高得多，这可不好办了。眼下是母体承受不住阴灵的能量，自然就会影响人的磁场，磁场则会影响人的情绪，从而做出过激行为。想到这，我立即走到了隔壁的孕妇病房，从里面拿起一个铜铃玩具。而就这一会儿的功夫，女人就已经把一条腿伸出去了，踩在外边的窗台上。我好累啊，我好想死啊！就在这时，一阵清脆的铜铃声响起。听到这个声音后，窗台上的女人突然就安静了下来，她的眼神落在了门口处。此时我就站在门口，单手高举着铃铛。其实我包里也有铜铃，但那个铜铃是用来镇邪的，算是一种法器，对肚子里的阴灵并不友好。而我手中的这个铃铛是小孩玩的那种，毕竟阴灵也是小孩，他在腹中早就开了七窍，对于这种有意思的玩具是会有兴趣的。这时候二胖和老太太也是姗姗来迟，见到病房这么大动静，老太太马上反应过来，她着急的来到女儿面前：“小芳啊，你又闹什么呢？我都说了，我们不给你手术，你快下来啊！”但这个动作又惊扰到了阴灵，肚子再次发红，把皮肤撑得鼓鼓的。别过来，你再往前一步，我现在就跳下去。老太太一听，连忙转头看向我：“小师傅，您快出手吧，我求求你了。”然而这个称呼竟惹到了里面的阴灵，女人竟然抬脚而出，现在双脚都在外边的窗台上，随时会掉下去。我见状，马上对老太太摇了摇头：“现在开始叫我小刚，任何人都不要发出声音。”老太太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医护人员们也静静地看着我。随后我继续晃动了几下铜铃，稳住腹中的阴灵。我是你远房的表弟，你大姨妈的表姐的姑姑家的孙子。闻言，女人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，似乎在想这个关系怎么算。我摆了摆手：“不用算了，我是你表弟，得知表姐怀孕，自然要来看看。”说着，我又摇了几次铜铃。下一秒，小芳紧皱的眉头缓缓舒展：“表弟啊，太谢谢你来看我了，你来的时候累了吧？”说着，她看向老太太：“妈，你愣着干嘛呢？给表弟倒口水喝啊！”见此一幕，在场的人全都傻了，呆呆地看着我和小芳。老太太也是从惊讶中反应过来：“我这就给你表弟倒啊。女儿，你先下来呗。”众人又是看向小芳，我盯着那个肚子没有说话，又开始渐渐发红。我又是轻微摇动铜铃，果然肚子再次回归正常。小芳自己把腿迈了回来，接着光脚踩在窗台上。表弟，表姐这不太方便，麻烦你来扶我一下呗。我见状，立刻去旁边拿了把椅子，
在众人胆战心惊的注视下，我放下了凳子，小芳马上露出了笑容。表弟，你扶好表姐啊，我下去了。说着就伸手支了过来，我也是抬手接住了她。当我们两个人的手碰到一起的时候，肚皮再次异动，我马上转动了一下铜铃稳住英灵，接着小芳就在众人的注视下，缓缓地从窗台迈步到了凳子上，又撑着我往地面走了下来。小芳下来后就紧紧拉着我的手。表弟，你是咱们金阳县的亲戚啊，有点像舅老爷家的孩子。我不知道怎么胡诌下去，便看向老太太。老太太马上走到我旁边，你舅老爷是个绝户，哪有孩子？是你姨妈家那边一脉的。小芳点了点头。那我们快回家吧，表弟从这么远的地方来，我还没给你做点菜吃呢。听到这话，医护人员马上紧张了起来，我眼神示意他们立刻离开，然后看向小芳。没问题，我们现在就回家。医护人员见到我这样也只好叹了口气，离开了病房。接着小芳看向二胖，他是谁啊？二胖支支吾吾，我可能大概也是。表弟两个字还没出口，我就抢先了一步。他是咱们村那个傻子，就是天天吃鼻涕的那个。小芳微微皱眉，村里的傻子，我这个记性是越来越不行了，小时候的事忘了好多，不过好像是个傻子来着。二胖顿时脸色一变，眼神快要杀了我的样子，但知道情况特殊不好多说，只能蒙头收拾东西。很快我们便收拾好了东西，来到了老太太家的楼下。这里是一个单位的职工楼，看着眼前的静香，我很快明白了问题出在哪里。这里的风水乃是大凶之地，阴气极重。小芳见我眉头紧皱，有些疑惑。表弟怎么不进去？我长叹一口气，有能力的话，还是换个地方住吧，住在这里运气会变得不好。表姐马上牵着我往里走。我还以为你嫌弃表姐家呢，年纪轻轻的这么迷信，运气好不好跟住哪里有什么关系？很快我就被她拉到了2单元楼下，我又停下了脚步。我往一层右户的位置看去，黑雾缭绕，整个小区的聚阴之地就在这里。小芳再次看向我，我无奈地掐了一下自己的鼻梁。表姐，你家住在1层右边这户吧？闻言，小芳脸上一喜，表弟你好厉害啊，这都能猜到。看着他的模样，我却怎么都笑不出来。这件事越往深了想，就越不对劲，怎么会这样巧呢？这显然是有人有意为之的。正好小芳需要找男人结婚，出来一个优秀男子，英灵需要媒介，小芳正好就是霉运缠身，英灵需要煞气滋养。这个职工楼正好是聚阴之处，一切都太巧了。我看了一眼小芳，无奈地走进了屋子。一进来，小芳就钻进了厨房做饭。老太太见状顿时急了：“你怀着孕呢，做啥？妈去做。”然而小芳却摇了摇头：“我真没有那么娇气，除了感觉肚子沉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你别管了，你招待一下表弟他们，我很快。”老太太自然是不放心，而我却拉住了老太太：“让表姐做吧，肯定没事。那肚里的东西需要15个月，这个时候是孕中期，正是可以活动的时候。”闻言，二胖一脸惊讶：“怪不得我看他走路说话那是一点不费劲儿啊，还能自己上窗台呢，一点不像马上要生的孕妇。天罡，这到底咋回事啊？”老太太也是急切地看着我，见状我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。有人在做局，小芳找的这个男人有大问题，这个阴灵很可能就是他故意种进去的。随后我将书中有关阴灵的记载统统说了一遍。二胖和老太太听完后眉头紧皱，而老太太更多是的担心和憎恨，所以没有说话。接着二胖看向我：“那生完了是不是就没事了？”我叹了一口气：“这阴灵出生之时，就是母体死亡之时。”这话一出，老太太直接就站起了身子，全身颤抖。那怎么办？小师傅，我女儿不能死！说着，老太太就哭了起来。我还没说话，小芳就从厨房走了出来，一脸不解地看着我们，接着便看到自己的母亲哭得泪人一样。妈，你又哭啥呢？表弟来了，应该是高兴啊，快擦擦眼泪。说完就给老太太递过去了纸巾。老太太眼眶通红地看着小芳，自己默默地擦着眼泪。见状，我看向小芳：“表姐，是村里的一个老相识去世了，姨妈得知后有点伤感，你不用操心，我安慰就行。”听到我这么说，小芳的脸色才正常了一些。哎呦，我妈也真是的，人生老病死不都是正常的吗？一直活着成了妖怪。说完这话，她又是钻进了厨房。客厅再次安静起来。这时二胖看向我：“天罡，你能帮忙？你看这芳姐多可怜啊，第一次谈恋爱就遇到这么个王八蛋，还要丧命，你快想想办法吧。”老太太用哀求的眼神看着我：“小刚，你有什么困难就说，要什么我都给你办到，只求你救救我家小芳。”我马上拍了一下老太太的肩膀：“你们先听我说完，知道这个阴灵是怎么形成的，我们才能配合好，不然这阴灵一直捣乱，没等我想到办法，先把母体折腾的跳楼了，一切不就白瞎了吗？”老太太和二胖都是点头，在旁边认真听着。最开始，阴灵会靠吸食母体的元气来生存，等到后期母体的元神慢慢变得虚弱，阴灵便会开始吸食母体身边之人的元气。闻言，二胖一愣：“这阴灵这么霸道，祸害芳姐，还要祸害家里人。”老太太也是愣住了，但他们都知道先听我说完。我点了点头。所以这个东西万万留不得，但是你们任何人都不能告诉小芳，不然阴灵会引导小芳做不好的事，所以一定要多说孩子好的话，这样他才不折腾母体，明白了吗？二胖和老太太都是点头。我安顿好这一点后，才将破除之法说了出来。想除掉这个阴灵，必须先找到那个男人，但既然常规办法找不到他，那就只能用玄门之法了。说着我看向老太太：“我需要小芳的血液以及头发，还有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我的余光突然瞧见厨房的门口正露着一个脑袋。小芳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厨房门口，脸上带着莫名其妙的笑意看着我。我顿时被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而我的动静也是把老太太和二胖吓了一跳。我指着厨房门口的小芳：“你在干嘛？”只见小芳脸上带着笑意，缓缓露出身子，
手中竟拿着菜刀一步一步的走了过来。我下意识的往后退去，老太太却是挡在身前。小芳，你别激动，小刚是我找来的，你别伤害他。然而小芳笑意不减，缓缓抬起手中的菜刀，老太太直接闭上了眼睛。而我和二胖对视一眼，准备扑上去的时候，小芳却变得一脸疑惑：“你们这是啥反应？”这话一出，我们3个人都是身子一僵，老太太也是睁开了眼睛，随后不太放心的看着女儿：“你没事吗？”小芳摇了摇头：“我能有什么事？看她这么正常。”老太太赶忙抓住小芳拿着菜刀的手：“那你拿着菜刀出来干啥？”说着有些责怪的意思。小芳摊开手：“我在里面切菜呢。”啊，不然用药的吗？这样神神叨叨的，我可要给你找个先生看看了。随后二胖也长出一口气：“芳姐，你这冷不伶仃的探头出来，谁不害怕啊？”听到这话，小芳马上笑了起来：“你们村男孩胆子这么小？我是听你们说话声音越来越小，我好奇偷听下。”偷听2个字一出，我们的脸色瞬间变得僵硬。我稳着心神询问起来：“那你听到什么了？”小芳想了一会儿：“我听到表弟好像要什么东西，我刚听一下，表弟就看到我了。你们要什么啊？”说完，他就一脸不解的看着我。我摸了摸鼻子，面露笑容的看着他：“我是想要多炒一个菜，咱们老家的那个什么来着，特别好吃，叫什么来着？”我眼神看向老太太求助，还没等老太太说话，小芳就笑了：“小馋猫，是不是酸菜粉条啊？”“哦，对对对，就是酸菜粉条，那味道绝了，我就想吃这个。”“那你们等着，我去给你露一手。”说完就自顾自地走进了厨房。我无奈一笑，刚准备说话，却发现老太太表情不太对。老太太想啥呢？头看向我，把声音压得极低：“我感觉我们穿帮了。”我和二胖不解地看着他：“为啥？”“因为我们老家没有酸菜粉条。”说完这话，我立即陷入了沉思。本来就想着只要顺着对方说就没啥问题，但他为啥说了一个没有的菜？难不成他都听到了？那如果听到了，他为什么没有发疯，也没有闹事？想到这，我叹了口气，把嘴凑到了老太太耳朵的边上。这最后一件东西就是小芳的衣物，而且要穿过的，没洗的。听到这话，老太太的脸上面露尴尬。那我去卫生间找找。说着就站起身子进了卫生间。过了一会儿，小芳将菜端到了客厅，我和二胖的口水瞬间就在嘴里打转起来。小芳看着我俩的样子，无奈一笑：“行了，2个馋猫，自己去厨房拿筷子，我去做酸菜粉条，很快就好了。”说完，小芳便进了厨房。再看我和二胖，2人同时伸手往盘子里的菜抓去，我们也没有多吃，一人抓着一块豆腐放在了嘴里。随后我俩说出了同样的话：“好吃啊！”“你干啥学我啊？你学的我好不好？”我和二胖都是嫌弃的转头分开，他坐下等着。我来到了厨房，这个厨房是那种长条格局的。小芳因为挺着肚子，过道就占满了，筷子却在里面。我面露尴尬的看向小芳：“表姐，我过去一下，你往前点。”小芳正在忙活，往前了一点点，但那个过道缝隙还是不足以过去。“你再往前一点呗。”小芳面露不悦的看着我：“你挤一下过去就好了啊，我这边忙着呢，没空搭理你。”说着就开始忙活起来。我无奈摇头，背着身子挤了过去。过去的一瞬间，我感受到了小芳的臀部，眉头不由一皱。她的屁股很硬，就好像是什么塑料或者铁质的东西一样。一个人的臀部怎么可能是这种触感？我转头看着小芳，她表情没有丝毫的异样。我带着疑问拿了4双筷子，随后装作不在意的问她：“表姐，你身子很硬啊，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”然而厨房的噪音很大，小芳似乎是没听到我的问话，我只好不再多问，再次挤了过去，又是同样的触感。于是我准备再问一次，这时老太太却在客厅对着我一个劲的招手。见状，我立即回到客厅，老太太把我拉在一旁，接着把一件短袖塞在了我口袋里。“我们最近都在医院，家里没有近期穿的，但是这个是她怀孕2个月的时候穿的，这种应该也行吧？”我点点头，接着看向老太太：“为啥小芳的身子很硬？你们没查过吗？”说起这个，老太太摇了摇头：“没有吧，她除了肚子大点，经常发疯，别的没啥问题。”看来老太太也不知道。那么这就有2种可能：一来是老太太也没注意，二来是之前不这样，最近才这样的；二来是之前不这样，最近才这样的。虽然我觉得很奇怪，但也不认为英灵会和这件事有关系，因为书上没有这方面的记载，可能是我想多了吧。很快，第2个菜炒好了，小芳端了出来，脸上也是一脸的不舒服。都说一孕傻3年，我是真的傻了，想了好久都没想起来酸菜粉条怎么做。你们凑合吃吧，不行就多吃会菜。二胖早就等不及了，不影响不影响，我们很好养活的，这菜闻着就香。芳姐有米饭吗？有的，我去盛。小芳说着就要站起身子，老太太却是抢先过去：“我来吧，你们先吃。”小芳这才坐下了身子，但我们吃了几口以后，却发现小芳根本不动筷子，就这么看着我和二胖。我疑惑地看向她：“表姐，你也吃啊？”小芳摇了摇头：“我不能吃这个，你们吃吧。”听到这话，我一脸懵逼。这时候老太太端着米饭出来了，递给了我和二胖。她只吃水果，都4、5个月了，别的啥也不吃。闻言我又是眉头一皱，这是啥意思？人不吃五谷杂粮还能活，水果只有维生素，是不够供给人体需要的，长期下去人早就病倒了。于是我看向小芳：“那可不行啊，表姐，你这样对里面的孩子也不好啊，得多吃有营养的东西。”小芳拿起一个苹果啃了起来。我也想吃，可是刚吃就想吐，不过水果总能多吃一点，身体倒也还好。这个问题显然有点超纲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所以吃饭的时候也没有再多聊。我和二胖吃了很多，彻底吃饱以后，我们都是一脸的满足。接下来就该办正事了，我需要一个独立的房间，施展一个我从来没用过的术法，
魂丝追踪这种是很正统的道家之法，就是用一些和目标对象有关的东西去寻找对方的踪迹。在收集完另2样物品后，我示意老太太支开小芳，老太太很是配合的把小芳送去卧室睡觉了，而我和二胖被安排在了小芳哥哥的房间。接着我在床上铺好一层黄纸，二胖帮不上忙，就站在一旁看着我。我从背包拿出一个罗盘，随后在中间放了一根牙签，又拿出一把黄纸，撕成长条放在一旁备好。接着点燃2根白色蜡烛放在床上的黄纸上，用打火机点燃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就还差一个东西，没有糯米。随即我看向站在旁边发愣的二胖，去厨房找点糯米，1小碗就行。二胖白了我一眼，就知道使唤我，但身体还是很诚实的走了出去。等二胖出去以后，我拿出了准备好的头发和卫生纸，放在了黄纸上，接着从口袋中拿出了那件短袖。我刚准备把短袖放在黄纸上，房间外边就传来小芳的声音：表弟呀，睡了没有？我给你找了一个新被子。我哥的被子好久没拿出来过了，有点潮湿了。听着他的声音越来越近，我顿时一慌，这一堆东西放在床上，就是傻子都看出来是干嘛了，让英灵发现，怕是又要生事端。于是我一把被子拉开，蜡烛吹灭，整个盖在了被子下。没关门啊，看来没休息。那我进来了。小芳说着就抱着一个夏凉被走了进来，而我猛然想起手中还抓着人家的衣服呢，赶忙塞在上衣口袋。小芳走到我面前，看着我不自然的脸色，面露疑惑：表弟，你是不舒服吗？怎么看着脸色不太好？我干笑一声：没有，怎么会？小芳低头看向床上的被子，放下夏凉被，伸手就要把床上的被子拿走。这都是厚被子了，我给你换了的。我上前一把拉住她的手：别，表姐，我就盖这个。她执意要掀起来被子。这么热，这个干嘛？你来我家就不用客气，这被子是干净的。没人盖过。我赶忙一屁股坐了上去。真不用，表姐，我天生畏寒，身体虚，盖得太薄会得病的。小芳看了我几秒，好吧，真犟啊你，跟我哥一样。那你休息吧，我就出去了。原本我以为就这么把小芳应付走了，她都转过去了身子。就在这时，我口袋里突然掉出了那件短袖，就落在小芳的脚下。小芳看着地上的东西，先是一愣，随后抬头看向我，眼神逐渐变得怪异。表弟，你这样的癖好，如果身子虚，可能和盖什么没关系，记得节制一点。你先休息吧。说完就快步往外走去。听到这话，我终于是反应了过来。表姐，你别误会，我这是……小芳还真的停下脚步。我误会什么了？你说呗。我看着她肚子里的婴灵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编了。我就是变态。小芳勉强一笑。好了，我也没生气，表姐会帮你留意女朋友的，但是你要节制，不然虚了，人家女朋友会嫌弃你的。说完就彻底走出了房间，而我站在原地和吃了粑一样。虚了女友会嫌弃的，我也没生气。你虚和盖被子没关系，3句话给我整得彻底破防了。好，我是变态。殷霜，这就是你让我来干的活，我的一世清白啊！这时候二胖走了进来，手中拿着一个小碗，里面放好了糯米。燕哥，你看这够不够？我对着他肚子就是一下。死胖子，你出去咋不锁门呢？刚刚小芳都进来了，知道不？二胖一愣，进来了，没发现啥吧？还不是我手快盖上了。我没好气的接过糯米，随后掀开被子把糯米放在中间，再次点燃蜡烛，然后我用另一只手拿起撕好的黄纸，双指夹住往前一指，黄纸被蜡烛点燃，接着我双手变换，一个结印落于胸口往下。以此之物寻亲引路，会长清灵，待我追踪。射！话音落下，面前的糯米顿时喷洒而出，接着小芳的头发开始微微动了起来，罗盘上放着的牙签也开始快速转动。我看着手中的黄纸马上就要燃烧殆尽，面色也是凝重起来。果然不太行，以小芳的头发根本找不到那个男人。我又坚持了一会，但是牙签就是转，丝毫不停，而我也是额头冒汗，最终放下了手诀，牙签也是马上停在原地没了动静。二胖一脸神奇的看向我，天罡，这种戏法的话，咱们去天桥卖艺吧，应该能挣不少呢。我没理会二胖的垃圾话，马上又是一个手诀，接着盯着另一个带着血迹卫生纸，再次点燃黄纸掐诀，随着火焰燃烧，糯米又是撒出一部分，牙签再次转动，但还是不停。二胖也不知道啥意思，傻呵呵的站在旁边还鼓掌呢。我这次没有坚持很久，我停下手诀，直接把头发和卫生纸都扔在了垃圾桶里，长叹了一口气，终究还是要靠那个吗？我把短袖放在中间，再次重复刚刚的动作，这次和之前不同了。黄纸刚刚点燃，周围顿时无风自起，一阵大风刮过，床上的黄纸被吹得刷刷直响。二胖吓得直接往后退了2步，我马上屏气凝神，不要乱动。二胖立即站定身子，下一秒牙签直接停在了西南方位，不再动弹。接着碗里的糯米开始有规律的往外跳，出来的路线都是冲着牙签所指的方向。这时候房间外传来小芳的尖叫声，听着外边的动静，小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只是叫了一声便没了动静，似乎老太太去看情况了。2分半后，糯米彻底没了动静，周围的风也瞬间消失。我长出一口气，收起手诀，我马上看向还在发愣的二胖。去数西南方向出来多少颗糯米？二胖一脸不情愿地看着我，啥玩意儿？我这得多闲啊！数米粒玩。我没有管他，把短袖塞在衣服里，随后来到客厅，这里没人，似乎小芳的房间有动静。我快步走了过去，正好听到老太太着急的声音：128，很不好，你们快来救护车啊！听到这话，我顿时一急，直接推门而入。只见小芳此时坐在地板上，穿着一个宽大的睡衣，而身下有一小滩血迹。我直接上前抢过了老太太的电话。不好意思，刚刚打错了。说完直接挂了电话。见状，老太太着急的看向我：小刚，你这是干啥？我女儿出血了，快送她去医院啊！
我儿子那边走不开，咱们打车肯定来不及了。我上前一把抓住老太太的胳膊，一边手上用力，一边眼神盯着她。正常怀胎15个月，现在差那么多，怎么可能会生？只是正常的排毒罢了，是不是啊，姨妈？老太太原本慌乱的样子，突然一愣，她余光看了一下坐在地上的女儿，逐渐冷静了下来。这时候小芳笑了笑，爱的是表弟呀，刚刚我说什么他都不听，非要去医院。这才多少天啊，都是正常现象。我松开老太太，看向小芳，你也多理解，老人也太担心你了。好吧好吧，表弟你把我搀扶到卫生间吧，我去洗漱一下。小芳说着就要站起来，我上前一脸笑意，眼神却落在她的肚子上。这个婴灵怕不是普通婴灵，实在太厉害了。刚刚应该是感受到了道气波动，应激了，想要让别人送他去其他安全的地方。我把小芳送到卫生间后，再次来到老太太面前。老太太，你一直都相信我，说明医院的常规手段都用过了，没办法处理，除非你想放任这个婴灵不管，看着你女儿去死，否则你就只能听我的，别无选择，明白吗？听到这话，老太太瞬间感觉老了好多，她点了点头。你找到那个男人的踪迹了吗？刚说完，二胖就从里屋走了出来，手中抓着一把米，张嘴就要说话。我马上眼神示意，二胖这才改了口。芳姐没啥事吧？老太太摇头没有说话。我看向老太太，把声音压到最低。我们现在要出去找那个男人破解婴灵之法，在我们回来之前，你和他绝对不能离开家里。如果小芳情绪不稳定，用那个铜铃轻轻晃动即可。老太太看着沙发上的玩具，眼眶瞬间变得湿润，随后紧紧地抓着我的手。小刚，老婆子就全指望你了，你可千万要帮我们处理啊！我郑重点头，接着我对二胖使了一个眼色，一起离开了小芳家。走到门口的时候，我停下脚步，在背包里拿出朱砂，在墙壁上画了一个简单的令字，这才和二胖走了出去。一路出了小区，我看向二胖，多少颗应该是121颗。我马上口算起来，1颗100米，1公里就是10颗，100颗就是10公里，算下来大概是12公里的样子。那100米可以忽略不计，大概就在附近，找到往西南12公里的地方就行。这时来了一辆出租车，我们俩马上上车。师傅，从这里开始算，往西南开12公里左右是啥地方？司机想了想，那里是威夷山景区。闻言我眼前一亮，就去那。半个小时后，出租车停在了威夷山景区门口。下车后，我看向前方，这里是开发了很久的一个老景区了，光是看售票口就能看出来，很多墙皮都掉了。周围很多卖烤肠、雪糕等等一些小吃，再往里就能看见远处的威夷山，而我却是微微一愣，这不就是小芳家后边那个隔着老远的山吗？当时就觉得这个山的位置很难受，不偏不倚的影响了很多风水格局，而且就在整个城市的最中央，甚至这个山有点影响整个市的风水了。怎么会有这种山存在于今呢？想到这，我带着二胖开始往里走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穿着十分贵气的孕妇引起了我的注意，身边还跟着一个男人和一个女子。之所以注意他们，是因为这男人我认识，就是小站殡仪馆的那个冯师匠啊。他此时也是一脸笑意的抚着女人的肚子。妈，咱们带小月来走走，对生孩子有好处的，空气也好。闻言我顿时一愣，这女人看着最多30多，不到40的感觉，竟然当丈母娘了，这让我很是奇怪。年轻的岳母也是微笑点头。这男人刚准备进门，便是抬头看向了我的位置，见我在看他，眼神也闪烁出惊讶的感觉，但随后便转头继续搀扶着那个孕妇，丝毫没有要和我说话的意思。于是我也不再看他，继续往里面走。景区的前边有一个通道，是用铁栏杆围起来的，但因为今天是工作日，来的游客不是很多，我们便在旁边开始排队。好巧不巧的，这个冯师匠一家人就在我们身后，而我却闻到了一股臭味。这个味道我当时在见这个冯师匠的时候就闻到过，但那是在停尸房里，有臭味很正常，这里怎么会有？我转头看向那个男人，难不成这家伙常年在停尸房，身体被尸臭腌入味了？见我转头看他们，那个孕妇马上一脸不解，有什么事吗？我还没说话，二胖就对着周围闻了闻，谁放屁了？这么臭，有没有点素质？公共场合放屁！这话一出，那个男人一家都有点不高兴，因为前后就我们2拨人，前面的人在安检，不是前面就是后边。那个孕妇面露愤怒地看着二胖，那个胖子，你怎么说话呢？说谁放屁呢？二胖一愣，不解地扭头看着他，我没说你啊，你激动啥？难不成是你放屁了？一听这话，女人更是恼羞成怒，你才放屁了！我看就你这种胖子放屁才这么丑。二胖也是急性子，顿时就火了，这个女人咋和疯狗一样？我又没说你，你激动什么呢？要不是看你是个孕妇，你信不信我抽你？就这一会的功夫，女人一家的身后也排上了人，纷纷看起了热闹。见二胖这么嚣张，冯师匠终于看不下去了。这位兄弟，既然你知道我老婆是孕妇，情绪本就不稳定，你该多担待。你这么吓唬我老婆，真出事了，你负责得起来吗？这话一出，周围人也是纷纷点头。对啊，这胖子有点太过分了，好歹人家是个孕妇啊。见状，我赶忙转身打圆场。哎呦，我刚认出来，你不是那个殡仪馆的吗？这话一出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孕妇和旁边的女人都是一愣，冯师匠也是马上眉头一皱，什么殡仪馆？你谁啊你？和这胖子一起找事是不是？大家快看，这2人一起欺负我老婆，我老婆怀孕出来透透气，就被这2个男人各种欺辱。我见状眉头一皱，对方不承认，这其中一定有问题，虽然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是这就是把柄。我见状一把拉住男的手，往离人群远一点的地方走去。你别逼我把你在停尸房的事说出来，本来就是个小事，你别没事找事。听到这话，他瞬间安静了下来。这时我看向他的面部，而这一看，
我顿时一愣，他这是把自己的命宫隐藏了，不对劲。冯师匠虽然也算是我们这个行当的人，但是本身是没什么道气的，只能算是下阴人而已。过了一会儿，男人冲着后面的人群笑了起来。哎呀，是误会，昨天踩了臭水沟忘换鞋，引起的一些小误会，大家都散了吧，耽误大家了，抱歉。说着，他举起双手，十分诚恳的样子。众人虽然纳闷这家伙刚刚那么较真，为何改了口风，但当事人都不在意了，他们也一下没了兴趣，无语的看了他一眼。而男人的老婆却是不乐意了，对着他宽阔的胸膛打了一下。干嘛？他们说你臭，凭什么放过他们？虽然声音很小，但我还是听到了。我面色凝重的看着孕妇的母亲，她用怪异的眼神看着我，全程一言不发。这时身后工作人员的声音响起：来来来，别搞事儿了，买票了。我见状拉着二胖来到了售票处。很快，我和二胖走进了景区，我拉着他走到了一个隐秘的地方。二胖本来就气，见四下没人了，他便愤愤地看着我。天罡，你刚刚为啥不让我动手？那个孕妇不能动，那男的我能收拾他？我没回答二胖的问题，反而问他：你说一个孕妇为什么要爬山呢？二胖一脸无所谓，人家说空气好，能散步。我一边往山上爬，一边跟二胖解释，散步和爬山可不是一回事，爬山会导致流产或者早产的。听到这话，二胖也是一愣，你这么说的话是有点不对哈。二胖挠着脑袋跟在身后，而我也没了聊天的欲望，就蒙头爬了足足1个多小时，我和二胖就累得气喘吁吁，已经不想爬了。此刻我陷入了沉思，这个威夷山很陡，就是我们这半大小子都能累成这样，那个孕妇却来爬山，甚至爬了这么久，我们都没有看到对方的身影，这说明比我们爬得快啊。我坐在旁边的凳子上休息了起来，身上的汗水也冒了出来。二胖更是不讲究，直接坐在了在旁边的台阶上。他比我胖得多，身上的汗水直接就把衣服湿透了。天罡，你这变戏法的东西准不准啊？这山上真的有小芳的男人？我摆了摆手，只要催动了就一定准。我们休息一会儿，等上了山顶再说。二胖点了点头。就在我们休息的时候，二胖却是突然哎了一声。天罡，这是啥呀？我顺着他的声音看去，二胖坐在台阶上，旁边有一块天然的石头，上边有一个用黑色笔画下的印记，整体图案是一个五角星，并不大，看起来好像是哪个孩子无聊画的，而且刚画不久。这本来没啥奇怪的，但是这个图案旁边却写了一个小小的6。我微微皱眉，也看不懂，最后也是无奈一笑。小孩闲着无聊画的呗，走吧，赶紧上山。说着就拉起二胖接着往上走去。又走了一会，我却突然停了下来，因为我看到上面的台阶似乎也标记了一个什么图案。我马上来到那个图案旁，又是看到了和下边同样的五角星，但数字写了一个7，下边是6。这是工作人员画的，用来标记高度吗？我虽然觉得奇怪，但也没有太过当回事。随即我再次往上走，这次我数了一下台阶，等我上到整100个台阶的时候，旁边又出现了图案五角星和8。我没有停留，不管身后的二胖能不能跟上，再次数着台阶，果然在下个100台阶处出现了五角星和9。每100个台阶都会有一个标记，这显然就很不寻常了，根本不是谁家小孩在玩，一定有它的作用。我蹲下身子，用手摸了一下那个标记，一股黏黏的感觉传来，我用手指捏了一下，随后分开，还拉丝，但很快就断开了。我好奇地把手放在了自己的鼻子下，顿时一股熟悉的臭味传来。这不是那个冯师匠身上的味道吗？是他标记的。如果是他的话，他标记这个五角星和序号是什么意思？我这边停下来，二胖自然就追了上来，他喘着粗气地看着我。天罡，你是属兔子的吧？跑这么快，累死我了。要不你上去吧，我在这儿等你，有啥你下来的时候叫我就行。我转头看着二胖那要死不活的样子，似乎随时要晕倒的感觉。我想了一下，那你等着。说完我便全力往上追去。天色已经不早了，必须加快脚步。山顶离我也不远了，每次路过那个五角星的时候，我都会留意一下，观察着上边的数字47、48，眼看就要到山顶了。我数着台阶，却发现最后一个台阶就是山顶的凉亭，而这里没有标记。我抬头往高处的凉亭看去，那里算是山顶的最高峰，一般人们爬上山以后会在这里一览众山小，而此时山顶没有人。我又往周围看去，除了一些绿植和厕所，还有一个石碑之外，好像没有什么东西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如果是那个冯师匠标记的，那一定在我的上边，但都到山顶了，居然没人。那刚刚那些标记谁标的？我是第一个登顶的，难不成是我标的？我自嘲地想了一下，随后无奈往凉亭走去。就在这时，我发现凉亭里的地上好像躺着一个人，我心中一惊，脚步也是下意识地停了下来。仔细看去，地上这个人正是那个孕妇。此时她躺在凉亭的中央位置一动不动。见状，我马上走了过去。你怎么了？没人回答我，就那么躺在那里背对着我，我看不到他的脸。缓缓走了过去，周围还残留着一些臭味，无不证明那个冯师匠是来过的。我再次喊了一声：“你听得到我说话吗？”还是不理我。等我来到他身后的时候，我缓缓抬起一只手，往他的肩膀探去，随后一声尖叫瞬间响起。下一秒，眼前原本一动不动的女人突然翻了个身，对着我就扑了上来，直接就给我按在了凉亭的地上。
坐在了我身上。我被吓得魂差点丢了，再仔细一瞧，只见之前的那个孕妇，此时眼球发白，嘴张得老大，对着我的脖子就咬了过来。见状，我顿时一惊，马上抬起胳膊挡住，女人的嘴直接咬在了我的手臂上，紧接着便开始撕扯起来。随后一股钻心的疼痛传来，我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胳膊被扯开一小块肉。我骂了一声，用另一手对着女人的头部砸去，而她全然不顾头部的疼痛，就是死命地撕咬我的胳膊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怎么这人上山之前还好好的，突然就成了这副德行？就在我们这边僵持的时候，山顶最后一个台阶的位置竟出现了个女人，她的脸上带着意味深长的笑容，随后拿着一个小瓶子蹲在台阶上画着什么。我向凉亭下看去，当看到这个女人后，我彻底傻了。是这个孕妇的母亲？怎么会是她？她在干嘛？难道标记不是那个冯师匠做的，而是这个女人？我对着她吼了一声：“你搞什么呢？你女儿疯了知不知道？你快过来拉开她！”然而她依旧是慢悠悠地画好图案，随后站起身子看向我。刚刚在山下就感觉你不对劲，我告诉你小子，这里的事不是你这种刚入行的菜鸟能插手的。你到底是谁？这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我现在是满脑子的疑问。女人吧唧了一下嘴：“和你很熟吗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”她拍了拍手，随后转身就往山下走去。很快那女人便消失在了我的视线里，而我越发的着急起来，用力推着身上的女人。你这女人咋这么轴呢？你起来啊！你是不是疯了？这时我眼神落在了女人的肚子上，一团黑气正在蔓延，就在隆起的位置。又是婴灵影响的，为什么会有第二个婴灵？我现在来不及想这么多，看着这个缠绕黑气的肚子，我马上想到了小芳的处理办法。先稳住她。我这么大声叫喊不会稳住小孩的，只会让他觉得我对他威胁很大。怎么哄小孩呢？要不试试吹口哨？于是我忍着疼撅起了嘴，但这看似简单的事情却是让我无比艰难。终于在努力了很久后，我终于吹出了声。这口哨一出，我身上的女人顿时一个愣神，空洞的眼神微微变得有些光泽，但下一秒又是咬了上来。流氓！说着又是一扯，我顿时倒吸一口凉气。忘了流氓也吹口哨了，但刚刚也证明了口哨对婴灵是有影响的。只是我刚刚没有一直吹，于是我尽量吹出一个完全的曲调。过了大概10多秒钟，手上的疼痛减轻，女人呆呆地抬起头，接着松开了撕咬我胳膊的嘴唇，眼神渐渐恢复光泽。我嘴里的口哨根本不敢停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女子缓缓坐起了身子，随后看着前方，我也站了起来。孕妇的眼神还在下山的台阶处。要杀我！她这个贱女人要杀我！她呆呆地站起了身子，而我见状心中一喜，嘴里口哨不停。身上的孕妇马上翻身坐起，接着快速站起身子。我马上抱着自己的手臂，上面的伤口让我触目惊心，中间有一个很大的血口子，里面的血肉都模糊不清，而且伤口上还缠绕着黑气。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被婴灵控制的孕妇咬伤后会有黑气呢？这么想着，嘴里的口哨也就停下了。我刚准备跑，却发现女人坐在了凉亭的座位上，眼神还在盯着下山的路口，没有要进攻的意思。看样子刚刚应该是发生了什么才让她晕倒，然后发狂。正好我过去动她的时候，她对着我发泄了一番，此时已经完全恢复了。我扯下一块衣服的边角，接着配合另一只手简单的包扎了一下伤口。你说的那个女人是你妈吧？闻言，那个女人看向我，她一个小三上位，凭什么当我妈？我那么信任她，她竟然想杀我！我要报仇！见状，我赶忙往后躲了几步，但她没有对着我发疯，而是来到最后的一个台阶处，徒手挖了起来。我让你害我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，你个贱人！她越挖越疯狂，我看的是触目惊心，因为这台阶怎么着也是石头的材质，她任何护具和工具没有，就这么徒手挖地。我默默地咽了一口口水，紧张地走了过去。你要不要先冷静一下，和我说说，兴许我能帮你报仇呢？听到这话，那女人猛然抬头看向我，但她下一秒却是大哭起来。你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，怎么帮我？他就是要杀我！我在旁边没说话，就静静地等待着她哭完。大概过了5分钟，她哭的声音小了起来，我这才走到她身边。我这次来山上就是来处理这件事的，你知道些什么就告诉我，兴许我就帮你解决了。听到我这话，她看了我一眼。你是阴阳先生。这话一出，我明显看到她肚子上的黑气又开始躁动起来。我见状连忙摆摆手，我不是阴阳先生，我就是个打工人。这话一出，那黑雾果然再次稳定，但女人的表情顿时就变了。一个臭打工的还说帮我，帮得了吗你？我只能满口胡诌。虽然我不是，但是我认识一个懂行的，而且我表姐和你情况一样，我就是受高人指示来这里的，不然我一个打工人，工作日怎么可能不上班呢？那女人听了以后脸色好转了一些。你表姐也被后妈给害了，我没有接她的话。那个是你后妈啊，我说呢，虎毒还不食子呢，她怎么能害你呢？一提这个，女子的情绪又不稳定了。她就是个狐狸精，我妈早死，我爸单身。我也有了孩子，每次看到我爸在家一个人，我就很不放心，也很难受，我就主动给他找了一个相亲会所。他顿了顿，情绪变得更激动了。别管我爸那个家伙，居然和人家相亲会所的女老板好上了！要不我说他是狐狸精呢，他一定就是看上了我爸的大业。听到这话，我满脸疑惑地看向他。你的意思是，你这个后妈是相亲会所的女老板？对啊，我是让我爸找个贤惠的，长相好看无所谓，反正他都快60了，谁知道他非看上那老板娘，还追求人家。
最后那狐狸精还真答应了，居然成了我后妈。我面露疑惑地看着她，然后呢？女子叹了口气，哦，他就名正言顺的来我家住了啊。一开始我看他那么年轻，穿着打扮也和个妖精一样，我就没给他好脸。但是他很会哄我爸，看着我爸天天喜气洋洋的，我也心软。原本就是想让我爸开心。现在我爸这么高兴，一来二去的我就接受他了。我点点头，这不是挺好吗？你为什么说他害你？女子啐了一口，好个屁！这女人今天假好心带我来爬山，说对宝宝好，结果爬到一半我肚子就开始流血，我要叫救护车，她居然不让，趁我不注意还把我给打晕了。说着，女子就在身上找寻着什么。我拍了拍她，他为什么非要你上山呢？我怎么知道？他肯定是想在山上弄死我，把我推到山下毁尸灭迹。听到这话，我心中暗想，不可能的，那个女人一定有其他的目的。只是杀人图财的话，当官方的人吃干饭呢？随便查一下出行记录和景区的门票，都能抓了她。我看了看她脚下带血的台阶，那你对这个标记发什么疯？女人突然喊叫起来，他说是保佑我们一家人平安的，我就不让他平安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我脑子快速过了一遍这次的威夷山之行，随后锁定在那个冯尸匠身上。你老公是咋回事啊？你被后妈欺负，那他呢？我老公怎么了？他很好啊。见他这回答，我张口就想问一下冯尸匠和他说自己是什么职业，毕竟他对着家人说谎了。但是我还没张口说话呢，山下缓缓走上来一个人，累死我了都。小月，你咋坐地上了？说话中，他就来到了我们面前，接着便看到了地上的血迹。小月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地上都是血迹啊？我带你去医院。说着，冯尸匠就着急地抱起女人，转头往山下走去。女人见到老公后，更是委屈地哭了起来。老公，你可算来了！你不知道那个贱女人她打我，还逼我上山，你下次别单独扔下我了，好。冯尸匠一边抱着女人下台阶，一边看着她。他为什么这么做啊？我就是接个单位的电话，我吓死不了。你先别说话，我送你去医院。你要是疼，就咬着我胳膊。说着就把自己的胳膊递到了女人的嘴里，而我站在原地看着他们，也是有点触动。看样子是我误会冯尸匠了，他应该是对自己的工作隐瞒了，但他是真的爱他媳妇。如今看来，问题应该出在这个继母身上。一个相亲会所的女老板，她到底要干嘛呢？我看着他们下山后，独自来到了山的边缘，仔细地看着这里的山脉走势。这里完完全全就是个大凶之地。那个老板娘为什么要带妓女来这里呢？真的是因为钱想弄死妓女，或者她也看出来这里是大凶之地，想着有没有什么意外让妓女死亡，然后她可以逃脱责任。可是这和小芳有什么关联呢？我头疼地搓了一下自己的脸，按照原路返回，路上又看了眼之前地上的标记。这玩意到底啥意思啊？我这边脸色不好地走了下来，正好看到了躺在景区椅子上睡觉的二胖。二胖，听到声音的他一个机灵就站了起来，叫唤啥？我以为你住在山顶了，咋这么长时间呢？就那孕妇和她男人，人家先上的山顶都下来了。你碰到了？二胖先是点头，然后又贼兮兮地走了过来。天罡，我可能立大功了。我挑了挑眉，你发现啥了？你还记得这孕妇一家吧？我告诉你，这孕妇她妈妈和女婿有奸情。这话一出，我整个人都傻了。啥玩意？这么劲爆？他们说啥了？你就觉得有奸情？二胖很满意我的反应。那个男的一直在旁边等着，也不上山。过了一会儿吧，那个孕妇她老妈就下来了，对着男人说：“事情搞定了，2天后的晚上12点，在家里别墅等他。”你说背着孕妇，他们晚上12点会干嘛呢？他是越说越猥琐，那样子好像他看见人家干嘛了一样，而我却是脸色一变。我没有和二胖的想法一样。这句话虽然听着好像有奸情，但也不一定是那种事，也可能是约定好去干什么，不能让小月知道。这么看来的话，这冯尸匠还是有问题啊。想到这，我的脑子更懵了。眼下就更复杂了。冯尸匠和女老板是一伙的，小月本人不知情，然后继母要害小月，小月肚子有个和小芳一样的婴灵，小芳的问题在威夷山，威夷山是个大凶之地，而小月一家人出现在威夷山。我脑子里快速过着这些线索，想查清这事儿就俩突破口：相亲会所女老板和那个冯尸匠。女老板啥来头都不知道，没法查，但冯尸匠在殡仪馆上班，我认识那看门的岳老赖，多少算个兄弟，打听起来方便。于是我俩赶忙离开景区，打个车去往殡仪馆。等我俩下车，周围全是黑漆漆的树林，就殡仪馆亮着盏昏黄的老式灯泡。二胖抱着胳膊嘟囔：“天罡，这地方不会不干净吧？”我白了他一眼，熟门熟路往里头走。门房贴着登记俩字，我敲了敲玻璃，里头岳老赖正盯着小电视看球赛，摘了老花镜一瞅是我，表情微变，但还是开了门。兄弟，大晚上干啥？他一眼瞥见二胖，眼睛立马亮了。胖兄弟也来了，没吃饭，我整头猪头肉配2锅头。二胖一听有肉有酒，立马点头，那感情好。猪头肉我爱吃耳朵，脆骨带劲。我拽住二胖，别吃了，咱是来办正事的。岳老赖见我严肃，拍了拍胸脯，都是兄弟，有啥事你说。我左右看了看没人，压低声音问：“那冯尸匠在不在？”岳老赖愣了下：“啥冯尸匠啊？咱这是官方殡仪馆，那是齐医生，正儿八经医学院毕业的。你说的民间冯尸匠哪能进这儿上班？”我赶紧问：“那齐医生在吗？”他今天休假，上次你见着他是他值班。岳老赖伸手要拿座机，要不我给你打电话联系。我拦住了他：“别打，我问你个事，齐医生是不是有个怀孕的媳妇？咋不给他多放几天假？”岳老赖像看神经病似的瞅我，他啥时候结婚了？跟我一样是老光棍啊，今年都35了，眼光高得很。之前有人介绍对象都没成。闻言我和二胖直接愣住了，
二胖挠了挠头，看向岳老赖：“不可能啊，我们今天在山上还见着他媳妇和丈母娘呢，你是不是跟他不熟啊？”听到这话，岳老赖有点不高兴了：“放屁！全殡仪馆谁结婚不叫我？他绝对没结婚，这又不是啥机密，我犯得着撒谎吗？”看他一脸认真，不像是扯谎的样。我和二胖对视了一眼，这到底咋回事？明明都见着家属了，同事却不知情。我压下疑惑，可能是我们搞错了。你跟我们说说齐医生的基本情况呗。岳老赖瞅了瞅我，又瞄了瞄一脸懵的二胖：“你们是在查齐医生吧？要说也能说，但胖兄弟得答应我一件事。”我心里吐槽：这老小子又来这套，上次坑我，这次盯上二胖了，不愧叫岳老赖。二胖皱眉：“我可没钱，吃饭都跟着天罡。”岳老赖嘿嘿的笑了：“谈钱伤感情，咱都是兄弟，我就一个要求，将来救我一命，我实在耗不起了。”英灵的事越拖越棘手，赶紧替二胖答应。可以，你快说吧。可岳老赖非要二胖亲口说，我给二胖使了个眼色，他点点头，行吧，现在能说了不？岳老赖立马喜上眉梢，点了一根烟，伴随着屋子里的烟雾，岳老赖娓娓道来：齐医生大名叫齐明，是实打实的高材生，从小学习好，家里管得严，后来听家里的去学医，学的是骨骼解剖，在医学院里也是顶尖的学霸。本来大家都以为他肯定能进大医院，前途无量，家里都准备好了庆功宴，还通知了亲戚朋友，说以后有事能找齐明。结果现实狠狠打了脸，那些大医院没一家录取他，反观那些不如他的同学，靠着家里的关系，不是进大医院就是去省医院，最次的都在市卫生所上班了。就他这个数一数二的学霸，愣是没着落，巨大的落差让齐明差点自杀。后来他认命了，一家医院去面试，可还是全被拒了。直到那时候他才明白，这社会拼的不是实力，不是学历，是关系，是好处，是人脉。齐明找工作屡屡碰壁，心灰意冷之下，干脆放弃了骨科专业，找了份灵车司机的活。他除了懂人体解剖，就只会开车。这份工作工资高，上班时间还短，刚好合适。他干活稳重，还总帮忙抬尸体。没多久就被殡仪馆30多岁的女馆长注意到了。馆长一打听，才知道他是高材生，在校成绩优异，立马觉得是个人才。他找关系申请，破格把齐明招成了殡仪馆的执行医生，其实就是干缝尸匠的活。凭着过硬的人体结构知识，齐明做起来得心应手。为了留住他，馆长又给他弄了个编制，齐明也就安安心心在这儿干了5年。他性格慢慢开朗，和同事处得不错，不少老同事都给他介绍对象，可他每次相亲都没成。殡仪馆里没人知道他有老婆。听完这一大长串，我和二胖心里犯嘀咕：我们明明见过齐明的老婆，可按他这情况，根本不像结了婚的人。而且齐明还跟小月隐瞒了职业。老岳见我们不说话，主动要帮着打听，我没同意。现在没证据，怕传出去成造谣，眼下线索断了，只能再从女老板那找突破口。于是我和二胖就起身离开了殡仪馆。盘山路不好打车，我们正走着，身后传来鸣笛声，回头一看，是上次送我的那个开跑车的美女。她笑着让我们上车，我赶紧拉着还在发愣的二胖坐了上去。二胖坐在后座，猛然想起上次就是他送你回店铺的吧？我笑着点头，问美女是不是在附近上班。她发动车子，淡淡说了句家在附近。之后的路上，女人淡淡回应着，不爱多聊，但问啥都会答。二胖坐在后座，忍不住问天罡，冯石匠这是咋回事？一会儿有老婆，一会儿没有，我晕了。我一听，赶紧通过后视镜瞪了他一眼。这事儿我可不想让人知道，跟他才见2次面，没必要多说。没等我开口，女人倒先问了：齐明，你们说的是齐医生吗？我愣了下，他居然认识齐明。女人笑了笑，不用惊讶，我在附近住，都是街坊，自然知道他。我心里犯嘀咕，殡仪馆附近根本没房子，他住哪儿啊？女人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，你不是本地人吧？我家在殡仪馆后面的别墅区，偶尔会捎那边的工作人员一程。听说那位冯师匠很年轻，很有本事，好些姑娘都喜欢聊他。二胖一脸好奇地看向女人，红衣美女，你干啥的？又住别墅又开跑车？我赶紧拦着。二胖，你就是搭个车，问那么多干啥？管人家干啥的呢？其实我早看出来了，他脸颊饱满，骨相好，却长着狐狸眼，嘴角还天生上翘，典型的小三命。这么年轻，能住别墅开豪车，用脚想都知道是咋回事。二胖不服气，小声嘟囔：你有媳妇儿还不让我多认识姑娘？女人笑了笑：我没工作，晚上无聊去酒吧喝酒。这话更印证了我的猜测，二胖还不死心，没工作光喝酒，还能开豪车，那我行不行啊？这话逗得女人笑出了声，你怕是不行。玩笑过后，女人主动问：你们要打听齐明医生啥事儿？见了2次也是缘分，我有个朋友在有关部门工作，能帮你们查查。听到这话，我心里一阵惊喜，这搭车还搭出意外收获了。他这朋友8成就是那位大老板吧？我挠了挠头，那真不好意思麻烦你，其实我们跟他算是亲戚。女人一边开车一边问：亲戚？我赶紧编了个理由。对啊，我表姐在城里打工，喜欢上齐明了，不好意思表白，想让我们打听下他有没有家室，好帮着撮合撮合。女人笑了，帮表姐追爱情，这忙我帮，成人之美积德。我立马高兴起来，真的啊？放心吧，我一会儿就找朋友查，明天早上给你消息。闻言我心里暗叹，这底气，他这朋友肯定身居高位，绝不是普通职员。咱这阴天子命格就是好，机缘就是多，运气好到吓人，遇事总能逢凶化吉。车子终于开进了市区，灯红酒绿的，看着挺奢靡，我却突然想家了。家里虽穷，村子也破，但有倔强的爷爷，爱叹气的爸爸，
温柔的妈妈，还有5年前去世的奶奶，那会儿她对我可好了，可惜再也回不去了。我对着车窗外叹了口气，女人察觉到我的情绪，笑着问：夜晚总让人伤感，我晚上都不怎么在家，总出来玩，你要不要跟我去酒吧喝一点？没等我说话，二胖先开口答应了。行啊，我们没啥事儿。我爸说城里酒吧都是搞对象的。女人再次被逗笑。你这个朋友很幽默啊。我挠了挠头，是很幽默，但是那个我有家室了，不太方便。一听这话，女人略微惊讶地看着我。你才多大啊？顶多20，都结婚啦。对此我又是一阵尴尬。我18，实不相瞒，我3岁就有家室了，也不算结婚，就是娃娃亲。我是农村来的。女人点点头。那你老婆好看吗？我刚准备说话，二胖这个现眼包又来劲了。好看，他媳妇儿可好看了，比你都好看。听到这话，女人饶有兴致地看着我。是吗？好有艳福哦。我都想见见了，是什么样的大美女？万一我们能当闺蜜呢？我顿时一愣。好家伙，你是真会聊啊！就殷霜那个性子，和你能成闺蜜吗？要说殷霜能和一个人成为好朋友，我打死都不信。于是我尴尬应付了句：等有机会吧。他可能不是很爱交朋友。女人又是笑了起来。小弟，你好像很怕媳妇儿的样子，为啥一说起你老婆就神情慌乱呢？说完这话，他把车子停在白石街的入口，眼神戏弄地看向我，我马上大笑起来。怎么可能啊？你别误会，我是有老婆，但是一点不怕她。那在家都是她给我倒洗脚水，温度不合适，我都是直接大嘴巴抽的那种。这话给二胖直接逗笑了，但还在竭力地忍着。女人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。你们是哪个店铺啊？我明天查完去找你。我摆了摆手，不用，你车也进不来，你还是这个位置，然后拨打788这个座机，我出来找你就行。女人看了我一眼，那明天见喽。说完，她发动车子绝尘而去。看着她车子离开后，我才是长叹一口气。她刚刚最后那个眼神，是不是看出来我不敢让殷霜知道了？女人走了以后，二胖终于是忍不住了，对着我放声大笑。天哥，你是真能吹啊你！弟妹啥时候给你端过洗脚水啊？还温度不合适，就是大嘴巴抽你是张嘴就来啊你！笑死我了！我眼神冰冷地看着二胖，他笑声戛然而止。不想吃饭了吗？二胖马上严肃地摇头，肚子也是配合地叫了起来。我转过身，我也饿了。今天咱们下山省了打车钱，今天必须奢靡一把。二胖马上追了上来，一脸期待地问道：天哥，咱们吃啥能奢靡起来？我一边往里面走，一边大手一挥。首先去买2包泡面超值装，那玩意量大。接着搞2根火腿肠，最后来个乡巴佬卤蛋。闻言，二胖嘟了嘟嘴，这就是你说的奢靡一把。我马上转头看向二胖，还没说完呢，你着急啥？二胖重燃希望地看着我，我扣了一下鼻子。好，外加1份炸才行了吧？回到店铺内，二胖一边追着我一边大喊：韩天刚，你说的买卤蛋，你咋不给我吃？我灵活地躲闪着。二胖因为身体笨重，怎么都追不上。我跑着的同时，还把泡面里的鸡蛋塞在了嘴里。二胖终于是跑不动了，在旁边的一个桌子上大口喘气，恶狠狠地盯着我。我笑着看向他，我是说买卤蛋，但没说给谁吃啊。可能是因为我们太吵了，坐在吧台的殷霜终于是忍不住出声了：能不能安静点？他这话一出，我和二胖都老实了，两人乖巧地坐在餐桌上，抱着泡面吃了起来。殷霜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：那个老太太的事，我最多再给你1天的时间，处理不了，后天开始晚上不准睡觉，去后院给我跳钢步。闻言，我马上转头看向他：殷姑娘，你是不知道有多复杂，我现在是越查脑子越乱。小芳有了婴灵，我顺着线索去了威夷山，结果又遇到一个小月，她也有一个婴灵。对于我的喋喋不休，殷霜直接冷声打断：没本事的男人才会怪事情难办，有本事的男人已经在想办法解决了。我本来也没本事啊，你就给我一本书让我自己看，我倒是都背会了，但是其他的我啥也没学啊。我倒是也想嘎嘎一通乱杀，我也得会啊。等我说完，殷霜放下手中的书，微微抬眼：你是在怪我没教你本事？他身上的气场一出，我马上就咽了一口口水。是我学艺不精。说完就低眉鼠眼的转头准备吃泡面，这一扭头就发现我泡面空了，连汤都没了。再看二胖抱着个肚子，一脸满意的看着我：二胖，你大爷，你偷吃我泡面！我恨不得杀了这家伙，但是身后又响起殷霜的声音：那我今天就教你，跟我去房间。说完以后，他便是起身往后院走去。此时他的肢体已经完全和正常人一样了，根本看不出来他曾经会蹦着走。我瞥了一眼二胖，明天我饿死你。说完才是转身跟在了殷霜身后。他缓缓地上着楼梯，看着他曼妙的身姿，闻着空气中残留的香味，目的地是他的闺房。我心跳不争气的就跳了起来，脑子里也开始浮想联翩。他现在不僵硬了，也有呼吸了，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像正经夫妻那样做些亲密的事？殷霜推开门走了进去，我也是犹豫了一下，踏了进去，里面顿时传来一阵清爽的香味。我向周围看去，他的房间陈列很简单，一张床，一个书桌，一个梳妆台，其他的什么都没放。看我站在门口发呆，殷霜的声音响起：上床，把衣服脱了。听到这话，我顿时一愣，不可思议地看着他，啥意思？只见殷霜脱掉自己外边套着的青衣，一个滑腻白皙的肩膀露出。见此一幕，我只觉得自己气血上涌，下意识的眼神闪躲起来。殷霜冷眼看着我：愣着干嘛？等我动手。你动手不好吧？这个好像是男的主动吧？此话一出，周围的温度瞬间降至冰点，我赶忙一下跳上床。我脱。
说着就要往下脱自己的裤子。殷霜赶忙提醒我脱上衣。行行行，你说脱啥我就脱啥。殷姑娘，你别瞪我，我总觉得你要吃人。我下意识地抱着胸口，脸色通红地看着他。殷霜眨了眨眼睛，跪下。我顿时傻了。你别太过分，能不能玩点正常的？我接受不了这种屈辱。殷霜微微一个挥手，我直接跪在了殷霜面前。我怒视着他，你只能强迫我的肉体，我的灵魂是不会屈服的。殷霜淡然冷笑，随后来到我面前，用修长的手指在我背上划过，我只感觉全身触电。接着他微微弯腰来到我的耳边，相公，我很喜欢你现在铁骨铮铮的样子。这话说的我全身一阵酥麻。要杀要剐，给我个痛快。殷霜马上咧嘴冷笑，手腕一翻，一把燃烧起来的香不知从何而来。没等我反应过来，这把香直接就捅在了我的肩膀上，一股钻心的疼让我直接跪在床上大喊出声。殷霜却是丝毫没有收手的意思，手上的力道也是越来越大，持续的烧伤，给我疼得几度骂娘。没一会的时间，赤裸的上身已经满是汗水，可殷霜这个女人丝毫没有怜惜的意思。想让我教你，就得先行拜师礼。这香疤是入我门的必经之路。现在躺平。听到这话，我也是一阵不满。什么拜师礼这么变态，需要跪着虐待的？我趴下身子后，殷霜的手落在了我的肩膀处，先是轻柔的捏了一下，接着用一种奇特的手法一扭。下一秒，我清晰的听到我骨头发出的声音，接着他又快速来到我的肩胛骨位置，又是嘎嘣一声，但是一点不疼。接着我就感觉自己十分的舒服，于是房间里就响起了让人误会的声音。哎呦，得劲啊！这太舒服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顶着个黑眼圈走出了殷霜的房间，整整一个晚上，一下都没有休息。一开始搞了个什么所谓的断骨，后边就开始给我念经。虽然我听得津津有味，很多东西也能听懂，会有醍醐灌顶的感觉，但我终究是个人，后续我都要困死了。但他丝毫没有留情的意思。每当我快睡着的时候，就会拿出燃烧的香，一见那玩意，我瞬间就被强行拉起了精神。一晚上就在惊吓中度过。出门后便看到二胖贼兮兮的看着我。天罡，女人的滋味好不？我不耐烦的摆了摆手。什么女人的滋味？我昨个是学习呢，你脑子天天想什么呢你？少看点村长家的碟片吧。听到这话，二胖一脸不相信，少骗我，谁学习会发出那种声音？哎呦，舒服啊，这个得劲啊！后边更是变了，成了我受不了了，我没精力了。弟妹的需求还是很高的，你这小身板。他本来还在兴致勃勃的学我，此时却是马上闭嘴。那个天罡啊，有你电话，对面超市的叫你呢，我是来送信的，可不是来偷听的。说完就一溜烟的跑了。见他这样，我便知道一定是殷霜出来了，我无奈叹气，估计是那个开豪车的妹子来了，一晚上没睡觉。还得干活，我这是什么命啊！说罢，我走出了店铺，找到之前那家超市，里面坐着一个老太太，是叫韩天罡吧？我点头接了起来。那边马上传来那个熟悉的女声：“小弟，我在你们街道门口呢，你不是怕媳妇吗？来悄悄找我吧。”我马上过去，就在我们每次停车的那个北面路口吧。我挂了电话，就拖着疲惫的身子准备往街口走去。老太太马上对着玻璃敲了一下，接电话也得给钱啊！白给你用啊！年纪轻轻连个手机也没有，真是开了眼了，还不如我个老太太潮流呢。我见状无奈从口袋拿出1块钱递了过去。大娘，你别这么抠，接电话你们应该是免费的，一点不像之前那个大爷。这话说完之后，老太太把一个5毛扔了出来，一脸的不屑。想找你大爷，那你去找呗，他在那儿会是啥物价？现在是啥物价？说完就要拉住玻璃，我无语接过钱往外走去，嘴里也念叨着。前2天的事，还啥时候的物价？物价再涨，也不可能一天一个样子吧？本来都走了几步了，那老太太却是再次拉开了玻璃，她脸上是一脸的不解。前几天我姑娘嫁人，我都没开，你上哪儿打的电话？我皱了皱眉，就是前天早上的时候，一个老头戴着个老花镜，挺瘦的，那肯定是你老伴，你把他叫来，要不是5毛的话，我给你5块。老太太马上收起刚刚的神色，随后一脸惊恐地看着我。小伙子，你刚刚说前天一个老头子戴着眼镜，很瘦，在我店里，我见他这样就知道他怂了。千真万确，他还和我聊了我现在这个店面的问题，他人可比你好多了。下一秒，老太太脸色一变，老头子死了3年了。我听到这话，困意直接消失了一半。你老头死了？老太太点点头，谁骗你啊？我们这个年纪就忌讳说死，没死的话，我还能咒他死啊？我一脸严肃地看着他。大娘，你怎么证明他死了？一听这话，这下老太太懵了，给你看看我老头子的遗照。说着就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相框，而里面的相片赫然就是那个我见过的老头。这下我彻底被吓醒了。见我不说话了，老太太又是仔细地擦了一下相框。你们不可能见过的，你刚来咱们街，他3年前就没了。我稳定住心神，抱歉大娘，不是有意冒犯的。见我不再和他较劲，老太太收好相框，对着我露出一抹笑容。我也有问题，我性子直，嘴也快，年轻的时候没少得罪人，都是我家老头子帮我打圆场的。你也别介意，反正都是街坊了，这5毛我给你退了也行。我摆了摆手，不用，按正常收费就行。说完我转身就走，离开了街道。很快我就在街边看到了那熟悉的红色跑车，上边坐着的正是那个女人。她和我一样一晚上没睡好。我见状也是拉开车门上了车。你也没休息好啊，
他转头看了我一眼，递给了我一个档案袋。这是你要的东西，估计会亮瞎你的眼睛的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，但还是接过档案袋，随后打开，上边有一个齐明的照片，然后就是齐明的介绍、年龄、经历等等。最终我的目光定格在了一行保险资料上，上面的参保人员叫李月，上边有李月的照片，就是我在山上见到的小月。受益人的后面则写着齐明的名字，甚至还有原件的复印件，上边写得清清楚楚。如果李月意外死亡，保险公司会理赔100万元。我接着往下看去，下一页则写着顾小芳特此购买人身意外险，受益人齐明。我呆呆地看着上边的照片，这是小芳的保险，受益人竟然也是齐明，怎么回事？小芳和小月的男人是一个人。我恍然大悟，女人见我不说话，她默默地点了一根烟，让我接着往下看。我又翻了翻，这才注意到齐明本人的介绍只有2页，而这整个的资料却是一摞，难不成后边都是保险的复印件？我瞪着个眼睛，甚至希望是自己想多了，但事实却是让我彻底刷新了我的三观。张琪，酒店大堂经理，受益人齐明；王若琳，超市店长，受益人齐明等等。我整个人呼吸粗重，里面是各行各业的女人，上到高管，下到普通打工人，全部都买了人身意外险，而受益人统统都是齐明一个人。我拿着资料下了车，红色的跑车扬长而去，而我低头看着手中的资料，面色凝重。如果其他买了保险的女人全部都身怀婴灵，那我就真的处理不了，必须得让殷霜出手了。我一边往回走，一边开始数里面参与的女人有多少。等我走到店铺门口的时候，我数完了，但却没有马上进去，而是心中一惊，49个女子。这个数字本不代表什么，但它在威夷山也出现过。我攥着那摞保险资料，指尖泛白的冲进店铺。殷霜正坐在吧台擦拭罗盘，查到了。我将资料拍在桌上。齐明给49个女人买了意外险，受益人全是他。小芳和小月都在其中。殷霜拿起资料扫了2眼，眉峰骤然拧紧。49是极阴之术，威夷山是聚阴地，他在做养阴借命阵，阴灵吸进母体生机后，他就能借这49条阴命续命，还能吞了保险金。我心头一震，突然想起屠村的道士，那个穿破烂道袍的，肯定和他是一伙的。村里的尸毒，路上的邪术，都是他们布的局。话音刚落，门外突然刮起一阵阴风，那个破烂道士竟出现在街口，冷笑声响彻整条白市街。韩天罡，坏我好事，今日便让你和这女尸一同归西。殷霜站起身，青衣猎猎作响。就凭你这旁门左道！他抬手甩出数道符箓，道士挥袖挡开，两人瞬间缠斗在一起。我抓起桌上的破煞符，想起殷霜教我的断骨术，咬牙冲了上去。激战中，道士不慎露出破绽，殷霜一掌击中他胸口，他喷出黑血，怨毒地瞪着我。你家人的下落就在49个女人的命格中。说完，化作一阵黑烟遁走。我扶住喘息的殷霜，心中燃起熊熊怒火。49条人命，一桩屠村血案，还有失踪的家人，所有线索都交织在一起。我握紧手中的古籍，眼神坚定。殷霜，不管是养阴阵还是幕后黑手，我都要掀个底朝天。殷霜看着我，眼中闪过一丝柔和。那就走吧，你的家人还有我的过往都藏在这迷雾里。夜色渐浓，白市街的灯笼忽明忽暗，我们并肩踏入黑暗，身后的店铺灯火成了这阴鬼世间里唯一的光亮。